世界公认的5种垃圾食品，泡面竟没上榜，比抽烟喝酒还伤血管100倍，吃得越多死越快。再喜欢也要忌口提起垃圾食品，大家脑海里蹦出来的是不是薯片、可乐、汉堡这些？或者你首先想到的是泡面？的确，这些东西都不怎么健康。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它们并未进入全球公认的5大垃圾食品名单。没错，泡面竟然都没有上榜，这听起来很惊讶吧？我们都知道抽烟喝酒对身体不好，会伤害血管和脏器，但你可能不知道，有些常吃的食物对血管的伤害程度，竟被形容为比抽烟喝酒还高出100倍。吃得越多，死得越快，绝不是吓唬人。那么，究竟是哪5种食物这么可怕？接下来，我们就一步步揭开这份健康杀手清单的真面目。记得看到最后，一些你钟爱的美食可能正躲在这黑名单中哦。首先要介绍的第1种垃圾食品，就是许多人童年回忆中的辣条。辣条可以说是舌尖上的刺激，却是健康里的噩梦。放学路上买一包辣条啃，是很多人小时候最快乐的记忆。香辣的滋味又麻又辣，让人口水直流，欲罢不能。辣条那独特的气味仿佛有某种魔力，打开包装就能让一群小伙伴馋得围过来。然而，这份舌尖的快乐背后却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你知道辣条是用什么做的吗？它通常是用面粉或豆制品加上厚厚的调味料制成的。为了让辣条长时间保持鲜辣可口，生产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剂和调味料。比如，为了颜色鲜艳诱人，他们就会添加人工色素；为了让人一口咬下去又麻又辣还有点甜味，就加入过量的香精和甜味剂。此外，为了延长保质期，防止食物变质，还会添加大量防腐剂。一根小小的辣条里藏着一长串看不懂的化学添加物清单。长期吃辣条会怎样？首先，大量的人工添加剂摄入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可能产生不良影响，严重的话会干扰神经传导，引起头晕头痛等问题。其次，这些辛辣刺激的成分对消化道也很不友好，很多人吃太多辣条后会胃疼、肚子痛，甚至可能引发急性胃肠炎，让你上吐下泻，痛苦不堪。还有，辣条通常含盐量极高，又油又咸，吃多了会摄入过量的钠，引发血压升高，损伤血管弹性。难怪有人说，别看辣条个头小小，伤起身来一点不客气。所以，别被它那诱人的味道迷惑了。辣条可不是你的健康朋友，就算再喜欢，也要管住嘴巴。想想那些可怕的添加剂和高盐高油，再馋也要忍住。不要把辣条当日常零食猛吃，偶尔解解馋可以，但经常吃，而且吃很多的话，真的是在拿自己的命开玩笑。舌尖一时爽，身体日后可能就要遭殃啦。接下来要登场的第2种垃圾食品，同样是潜伏在我们生活中隐形杀手，它就是罐头食品。说起罐头，不少人都有童年美好的回忆。小时候家里条件好了，父母偶尔会买1、2罐甜甜的糖水、桃罐头和菠萝罐头给我们解馋。那时候觉得罐头水果比新鲜水果还好吃，甜滋滋的糖浆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午餐肉罐头和鱼罐头，开罐就能吃，既方便又美味。然而，随着大家健康观念的提升，曾经让人快乐的罐头食品，如今却被列为垃圾食品的一员，让人闻之却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罐头食品之所以可以长时间保存，秘密就在于它在生产过程中添加了大量的糖和防腐剂。以糖水水果罐头为例，为了让水果久放不坏，需要浸泡在高浓度糖浆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每吃1块罐头桃子，就同时吃下了大量白糖。这些过量的糖分进入身体，会转化为脂肪堆积起来，让人变胖，而且高糖饮食会增加胰腺的负担。长此以往，患上糖尿病甚至胰腺炎的风险都大大提高。再来说说肉类和鱼类罐头，为了保持肉质不坏，厂家会加入盐和亚硝酸盐等防腐剂，高盐分让罐头肉又咸又重口味，吃多了对心血管极其不利。钠摄入过多会导致高血压，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不仅如此，罐头在加工过程中高温杀菌，也会把食材本来的营养破坏不少。维生素被大量破坏，
膳食纤维也减少了。吃罐头获取的营养远远比不上新鲜食物。可以说，我们吃下去的罐头，除了过量的糖和盐，真正对身体有益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了。经常吃罐头当水果蔬菜的替代，不知不觉中就为肥胖、高血压这些疾病埋下了种子。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要对童年钟爱的罐头说再见了？别伤心，偶尔怀旧吃一次问题不大，但绝不能经常吃，拿它当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新鲜的水果蔬菜才是身体最好的朋友。下次想吃甜甜的水果，不妨买新鲜的桃子，自己削皮切块，虽然没有泡在糖水里那么甜腻，但天然的味道更健康。想吃午餐肉，也尽量买新鲜肉，自己烹调，比罐头安全放心。总之，罐头食品的美味是以营养流失为代价的，还是尽量少碰为妙。第3种上榜的垃圾食品，许多人可能想不到，它就是火锅爱好者的心头好，那就是火锅丸子。寒冷的冬天，和家人朋友围坐一起吃火锅，别提多开心了。涮火锅的时候，各种鱼肉制成的丸子拼盘几乎是必点。圆滚滚的丸子在汤里一涮就熟，又 Q 弹又入味，深受大家喜爱。然而，这些美味的火锅丸子却暗藏玄机。很多丸子的主要成分根本不是真正的鱼肉或肉类，而是淀粉混合碎肉和大量添加剂和香精制成的假肉丸。看似是肉，其实肉含量少得可怜，更多的是粉粉糊糊的淀粉和调料。为什么厂商喜欢用淀粉和添加剂做丸子？原因很简单，成本低，口感还不差。淀粉让丸子吃起来有饱腹感，Q 弹的口感也是靠添加剂调出来的，再加上一些香精，就能模拟出肉的鲜味，让人误以为吃到了真材实料的肉丸子。可实际上，你吃进去的优质蛋白质很少，吃进去的一大堆碳水化合物和盐，还有各种食品添加剂倒是实打实的。长期大量吃这样的丸子，对身体可不是什么好事。首先，丸子里的盐分和脂肪含量往往不低，有的丸子在制作过程中还先油炸一下以定型，这样煮火锅时不容易散，但这样一来，脂肪含量也跟着上去了。一盘丸子吃下肚，相当于吃了高盐和高脂肪的组合套餐，热量爆表。摄入太多油盐会导致什么？会让你发胖，会让血压升高，会增加血管的负担。难怪有人调侃火锅汤是死亡之汤，煮满了各种丸子和加工食材的汤底，含盐量和脂肪都极高，喝了等于在喝高血压汤。虽然这是句玩笑话，但也从侧面反映出火锅丸子等加工食品对健康的危害不容小觑。其次，这些假肉丸子的添加剂负担也不可忽视。为了让口感更筋道，可能加了改良剂；为了保鲜，离不开防腐剂。在吃得爽快的同时，你的肝脏和肾脏可在努力替你分解和排出这些化学物质呢。肝肾是身体的解毒工厂，如果它们长期超负荷工作，健康状况可想而知。所以说火锅丸子是假肉带来真风险，一点也不夸张。下次涮火锅，不妨多点些蔬菜、菌菇或者新鲜切片的鱼肉和瘦肉，这些才是真正营养又健康的选择。偶尔几颗丸子解解馋可以，但千万别把一锅丸子当成真正的荤菜猛吃。想想那些丸子里藏着的增肥高盐雷和添加剂炸弹，还是悠着点吧。为了自己的血管和内脏着想，克制一下口腹之欲，别让火锅丸子成为你健康的隐形杀手。接下来要说的第4种垃圾食品，相信很多年轻人都中招了，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奶茶。奶茶，这可是当代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快乐水啊！工作累了，来一杯奶茶犒劳自己；逛街约会，手捧一杯奶茶，和朋友坐下来聊八卦，还要点杯奶茶助兴。各种网红奶茶店层出不穷，新品口味五花八门。奶茶早已不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时尚的象征。可谁能想到，这杯让人心情愉悦的奶茶，竟然会是健康的一大天敌呢？别以为奶茶只是茶加奶那么简单，绝大部分市售奶茶的本质，其实是一杯高糖高热量的甜饮料。很多奶茶的含糖量令人啧舌，一杯500毫升的珍珠奶茶，含糖量可能轻松超过50克，相当于10几块方糖。这么多糖下肚，短时间内血糖飙升，长期下来体重也跟着蹭蹭上涨。
糖分太高带来的直接风险就是增加患糖尿病的可能性。要知道，2型糖尿病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现在很多20-30岁的年轻人就因为常年嗜甜饮料，体重超标，最终被查出糖尿病。甜蜜的代价真是让人后怕。除了糖，奶茶里还有一个隐藏的猛料，就是奶精。许多奶茶，特别是廉价的连锁奶茶，用的并非真正的鲜奶，而是植脂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奶精。奶精其实跟奶1毛钱关系都没有，它的主要成分是氢化植物油和各种添加剂。氢化植物油含有大量反式脂肪，这可是心血管健康的一大杀手。长期摄入反式脂肪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简而言之，喝下去的奶茶里真正有营养的成分寥寥无几，坏东西倒是不少。糖分会让你发胖生病，奶精里的反式脂肪则在偷偷伤害你的血管。更别提很多奶茶为了口感会加入香精和色素等，让味道更香吸引人。这些化学添加剂喝多了，对身体同样没有任何好处。可以说，一杯看似香浓美味的奶茶，其实是一场化学添加剂加糖分加反式脂肪的盛宴。难怪有人戏称奶茶是奶盖裹着的毒药，听起来夸张，但长期大量喝奶茶确实在慢慢侵蚀你的健康。听到这里，或许有的朋友要捂脸了，他们心里可能在想，天哪，我的快乐奶茶难道真的这么可怕？也许你觉得自己还年轻，喝杯奶茶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要知道，疾病有时候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找上门的。当某天体检发现血糖超标、胆固醇异常时，再追悔平日喝的那些奶茶可就迟了。并不是说从此一口奶茶都不能碰，而是要有所节制。想解馋，偶尔喝一杯无可厚非，但千万别天天一杯甚至多杯，把奶茶当水喝。更好的选择是喝茶或者现煮的牛奶，既有味道又有营养。千万记住了，奶茶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现在轮到最后登场的第5种垃圾食品了，它可以说是隐藏在日常餐桌上的慢性毒药，杀伤力甚至被比作给血管送上毒吻。这就是我们常见的香肠、火腿等腌制肉制品。香肠、火腿肠大家一定都吃过吧？早餐来一根热狗肠，方便又美味。炒菜时放点培根、丁提鲜，香气四溢。逢年过节亲戚自制的腊肠更是让人垂涎3尺。腌制肉类因为独特的风味和口感，深受人们喜爱。然而，这些美味背后潜伏的危机，你未必清楚。为了让腌制肉制品颜色鲜红，又能长期不腐败，厂家在加工过程中通常会加入一种重要的添加剂，名叫亚硝酸钠。亚硝酸钠作为防腐剂和发色剂，可以抑制细菌生长，并让肉制品保持诱人的红润颜色，看起来新鲜可口。然而，亚硝酸盐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少量摄入亚硝酸盐在安全范围内一般不会立刻危害健康，但如果经常吃而且吃得多，亚硝酸盐就可能在体内积累并发生作用。亚硝酸盐最大的危险在于，它在人体内可能转化成一种强致癌物，名为亚硝胺。长期大量吃腌制肉的人，患胃癌、肠癌等消化道癌症的风险比一般人更高，这已经被医学研究所证实。世界卫生组织几年前就把火腿肠和培根等加工肉制品列为明确的致癌物类别，可见其危害性不亚于烟酒。换句话说，那些经常早餐来根香肠，3天2头吃培根汉堡的人，其实和吸烟喝酒的人一样，也在给自己的身体埋下隐患。除了致癌风险，腌制肉制品往往盐分极高，一根小小的火腿肠含盐量高得惊人，吃太多会摄入过量钠，导致血压升高，心脏负担加重。再加上这些香肠、火腿往往也富含脂肪和胆固醇，经常吃很容易让血脂飙升，在血管壁上形成脂肪堆积，久而久之，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就找上门来。可以说，香肠、火腿吃得多，血管想不出问题都难。更可怕的是，有些劣质的腌制肉制品为了掩盖不新鲜的肉味，可能加入超量的香料和添加剂，甚至滥用防腐剂。这无异于给食物抹上慢性毒药，吃下去后对肝脏、肾脏都是不小的挑战。有新闻报道过一些人因为长期大量吃腊肉、香肠，体内重金属
和有害物质超标，导致健康出现严重问题。这些教训都在警示我们，美味的腊肠香肠真的是吃得越多，死得越快啊！所以再喜欢也要克制对腌制肉制品的欲望，偶尔解馋可以，但绝不能顿顿都吃，也不能天天都吃。毕竟身体只有一个，经不起这样反复折腾。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能少吃就尽量少吃吧。说完了这5大垃圾食品，你是不是也有点心惊肉跳了？其实，这些所谓的垃圾食品之所以可怕，就可怕在它们往往很常见，而且很好吃，让人防不胜防。一不留神吃多了，短期未必有什么感觉，但它们的危害是长期累积的，等到若干年后各种疾病爆发，再追悔莫及。因此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觉得我就爱吃辣条、香肠、奶茶，身体也没出问题啊。年轻时透支健康的行为，迟早会以某种方式讨回来。长期吃垃圾食品的后果并非危言耸听，很多现代常见疾病都和不健康的饮食脱不开关系，像冠心病和中风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和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吃出来的占了很大比例。甚至某些癌症的发生也和长期爱吃加工肉和油炸高脂食物有关系。有的年轻人30多岁就突发心梗或患上糖尿病，追根溯源和他长期爱吃垃圾食品的习惯密不可分。还有些人年纪轻轻胰腺炎发作，那种剧痛令人怀疑人生，医生一查才发现是常年高脂高糖饮食富贵病。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难道以后只能吃青菜豆腐，什么好吃的都不能碰了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人生在世，吃饭毕竟也是一大乐趣，没有必要把自己变成苦行僧一般，什么都忌口。但至少我们要对这些垃圾食品有所警惕和节制，守护健康，首先要管住嘴巴，尽量少吃太咸太甜以及油脂过多的食物，尽量避免过多的加工和油炸食品，多选择新鲜天然的食材，均衡饮食。比如用水果代替部分零食，用茶水代替含糖饮料，在家用蒸煮方式代替油炸烹调等等，都是不错的开始。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观念，别再把辣条和奶茶当作可以天天享受的寻常零食饮料，也别每餐都离不开香肠、火腿之类的加工肉。偶尔为之可以满足口腹之欲，但如果沉迷其中，就要及时提醒自己了，再喜欢也要忌口。在美味当前保持一点理智，想想自己的身体，多问问这口下去对健康好不好。当你每次都能做出更健康的选择时，日积月累，你就为未来积攒了巨大的健康资本。好了，今天这份世界公认的5种垃圾食品名单就揭晓完毕了。总结来说，这5种食物的共同特点就是好吃方便，但暗藏杀机。吃的越多，对身体的伤害也越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烟酒更危险。听完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对这些舌尖诱惑有了新的认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从现在开始远离这些垃圾食品吧。如果实在嘴馋想吃，也一定要点到为止，浅尝辄止。毕竟身体只有一副，健康不能重来。管住嘴，迈开腿，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才能真正享受美食带来的长久快乐，而不是日后为健康埋单。记住了，再喜欢也要忌口，千万别因为一时贪吃付出沉重代价。最新研究发现，人类大脑中的微塑料累积量惊人，平均可达大脑重量的 0.5% 左右，也就是差不多6到7克塑料。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一把塑料汤勺的重量。换句话说，如果把这些微塑料都聚在一起，真的能凑出一把搅拌咖啡的塑料勺子。而且这还不是危言耸听的，科学家比较了2016年和2024年的样本，发现短短8年里大脑中的微塑料浓度飙升了 50%。 更夸张的是，大脑里的微塑料含量竟然比肝脏、肾脏高出数十倍，仿佛我们的脑子特别吸塑。难怪有人戏称现代人慢慢都变成了塑料脑。那么这些微塑料和所谓永久化学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又会对大脑和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简单说，微塑料就是尺寸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甚至包括更微小的奈米塑料，只小于1微米。当我们使用塑料瓶、塑料袋合成纤维衣物时，这些塑料会逐渐分解出细微的颗粒，散布在环境中。别看它们小，
无孔不入。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喝的水、呼吸的空气里都可能带着塑料微粒。有研究估计，现代人每周摄入约5克微塑料，相当于吞下1张信用卡。想想看，一年就是52张信用卡往肚里塞，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至于永久化学物质，是指那些在环境中极难分解的人工合成化学品，比如近年常提的 PFAS、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它们因极度稳定而被称作永远的化学品，广泛用于不粘锅涂层、防水、防油涂料、速食包装、化妆品等。正因为不会分解， PFAS 在环境和生物体内越积越多，几乎人人血液里都能检测出这类物质的踪影。微塑料和 PFAS 这对难兄难弟进入人体后，可不是安安分分待着，它们可能干扰内分泌，让激素乱套，影响生殖和代谢，诱发慢性发炎和氧化压力，细胞受到持续刺激，老化损伤更快，甚至与某些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联。虽然科学家还在努力弄清它们对健康的全部影响，但有一点很直观，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大脑和身体被怪化学物占领。更棘手的是，大脑似乎对塑料微粒特别情有独钟，因为血脑屏障本该保护我们的大脑免受有害物质入侵，但奈米级的塑料微粒实在太小，小到可以穿过血脑屏障直达脑组织。科学家发现，大脑样本中最多的塑料成分是聚乙烯，常见于塑料袋和食品包装。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用来包装零食和饮料的塑料，最终可能钻进自己脑子里安了家。这些塑料一旦进入脑内，可能引发慢性发炎、免疫反应，甚至干扰神经元的正常运作。有趣但也令人担忧的是，研究还发现失智症、痴呆患者的大脑里微塑料含量更高。这并不代表微塑料一定会导致失智症，但暗示了两者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试想一下，如果脑细胞周围充斥着微塑料这种异物，长年累月下来，会不会影响记忆、认知，甚至情绪？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我们谁也不想等到证实害处的那一天才后悔莫及。谈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既然塑料和永久化学品这么可怕，我们不是有回收机制吗？把塑料回收利用不就好了？问题就在这，很多人，包括曾经的我，都以为把用过的保特瓶、塑料袋扔进资源回收桶就万事大吉，这些塑料会变废为宝，循环再生。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全球塑料回收率不到 10%， 也就是说10件塑料制品里只有1件真的被回收再利用，其余9件呢，有的被焚烧产生有毒烟雾，有的进了填埋场慢慢渗出污染物，更多的则流入海洋和大自然，最终老化分解成更多微塑料，继续在生态圈里循环。事实上，可回收很多时候只是个美丽的传说，不同塑料材质混杂，回收成本高，技术要求高，导致大部分塑料根本没有厂商愿意回收。那个印在塑料包装上的3角循环符号，更像是一剂让人心安的镇定剂，让我们误以为塑料问题有解，于是放心大胆地消费一次性塑料。这几十年来，塑料生产一路飙升，从未因为回收2字放缓过脚步。可以说，我们多少被回收骗局给忽悠了。一边是塑料工厂源源不断造新塑料，一边是我们努力分类回收，却收效甚微。结果就是塑料垃圾越积越多，微塑料污染越来越严重。最讽刺的是，我们试图清除塑料污染不成，反而自己成了塑料的储存容器。大脑、肝脏、肾脏，甚至胎盘都检测出了塑料微粒的存在。想想看，我们辛辛苦苦扔垃圾分类，到头来塑料跑到了自家身体里，这简直黑色幽默。面对这种无处不在的微塑料和永久化学物质，我们总不能自暴自弃吧？难道要把自己关在无菌室里，不吃不喝才能保平安？别慌，其实我们能做的事情还不少。从个人层面，对抗塑料侵袭主要有2大招：源头减少塑料暴露和加强身体排毒能力。前者是防守，后者是进攻，两手都要硬，才能最大程度保护自己的大脑和身体。首先说防守，也就是尽量减少塑料进入我们体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做许多小改变来达成这一点。饮用水，远离瓶装水。瓶装水喝起来方便，
但它可是微塑料的大户。研究发现，瓶装水中的微塑料含量往往高于自来水，这是因为水在塑料瓶里存放，运输的过程中，塑料不停磨损溶出微粒。与其每天喝塑料水，不如自己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瓶。最理想的是装经过滤的自来水或净水，不仅大幅减少微塑料摄入，还省下一笔买水钱，环保经济两不误。如果担心自来水水质，也可以安装滤水器或购买大容量的桶装水，然后倒入自己的水壶。总之，让玻璃杯、不锈钢杯成为你的喝水好伙伴，跟一次性塑料瓶说再见。厨房用具与炊具。厨房是塑料潜伏的重灾区，比如你用塑料铲子炒菜，铲子在高温油锅中可能释放出微塑料和有害化学物质；用塑料勺子舀热汤，勺子也许正默默溶出塑料分子来调味。建议把厨房里与高温接触的塑料工具都换掉，用木质或硅胶锅铲代替塑料铲，不锈钢或竹制汤勺代替塑料勺。还有塑料砧板，别看它方便好清洗，其实每次切菜都在刮出塑料屑，不妨改用木砧板或竹砧板，既耐用又不会产生微塑料屑。同时注意，我们常用的不粘锅如果涂层刮花或过热，会释放出 PFAS 那类永久化学物质和微粒，你肯定不想每顿菜加点特氟龙佐料吧？所以炒菜时避免干烧空锅，不用钢丝球猛刷不粘锅，或者干脆选择铸铁锅、不锈钢锅、陶瓷锅等传统锅具，稍微花点心思养锅也能做到不粘。而且不用担心吃进塑料涂层，一开始可能不习惯，但想到能少吃点奇怪的化学物，值了。食物加热与储存，很多人微波炉加热食物图方便，用塑料容器或保鲜膜覆盖就叮叮当当转起来了。可你知道吗？这样做会让塑料中的增塑剂、双酚 ABPA 等有害物质跑进食物里，微塑料也会一起加餐。正确的做法是不要用塑料容器在微波炉加热，取出食物放到陶瓷或玻璃碗里再加热，盖子可以用陶瓷盘子暂盖，或者使用微波炉专用的玻璃盖。保鲜膜也别进微波炉，高温会让它溶出塑料成分接触食物。如果一定要盖，可以用微波炉专用防油盖，通常是 PP 材质耐高温的，但用之前确认标示可微波或厨房纸巾。储存剩菜时，尽量用玻璃或陶瓷容器代替一次性塑料盒。现在市面上有很好用的玻璃保鲜盒，密封性强又耐热，不管是冰箱冷藏还是微波加热都 OK。一顿美食花心思做好了，千万别让塑料容器坏了菜的品质，甚至坏了健康。婴儿用品，宝宝可是特别容易受到塑料微粒影响的人群。我们常给婴儿用的塑料奶瓶、奶嘴、安抚奶嘴、婴儿餐具等，一旦高温消毒或者装热奶热粥，就可能释放塑料微粒。研究显示，用聚丙烯塑料奶瓶冲泡热奶，有可能每升奶液中释放上百万微塑料。这数字吓人，但父母可以采取措施降低风险。首先，尽量选择玻璃奶瓶或不含 BPA 的安全奶瓶，至少高温时相对稳定。用塑料奶瓶冲奶时，不要用滚烫沸水直接冲泡，先让水稍凉一些再倒入奶瓶，也能减少塑料微粒释放。消毒奶瓶时不要微波高温干烧，按照说明用温和方式消毒。婴儿的奶嘴、咬牙器可以选择医用硅胶或天然橡胶材质，少用 PVC 等含增塑剂的材质。给宝宝买玩具也尽量挑选大品牌，材质安全的，即使啃咬也不易掉碎屑的那种。总之，宝宝接触的塑料越少越好，能用天然材料就用天然的。这样做或许麻烦一点，但想到能让孩子少吃点塑料长大，怎么做都值得。清洁用品与个人护理，想不到吧？洗脸洗澡也可能接触微塑料，一些廉价磨砂洗面乳、沐浴乳过去常添加塑料微珠来去角质，虽然现在很多地方禁用了，但难保没遗漏。挑选洗护产品时，看一下成分表，避开含有聚乙烯 PE 或聚丙烯 PP 微粒的产品。如果想磨砂，用天然的杏核粉、咖啡渣这类替代品更安心。洗衣服的时候，我们的聚酯、尼龙等化纤衣物每次都在掉落塑料纤维，这些细微纤维会随废水进入河流海洋，被水生生物吃下，再进入食物链，最后又回到我们餐桌上。减少这种隐形塑料的方法包括
尽量购买耐穿的衣服，减少洗涤频率。不是要你穿脏衣服，而是别动不动洗没怎么脏的衣服，或者使用洗衣机滤网没洗衣球配件，捕捉部分微纤维。如果觉得麻烦，那至少多买天然纤维衣物，棉、麻、丝、毛，少买完全合成的衣服，也算间接减塑了。清洁用具方面，厨房的塑料百洁布、洗碗海绵，用久了也会磨出碎屑，不妨改用天然植物纤维的刷子或海绵。即使是扫地拖地用的静电除尘纸也是塑料制的，可以考虑用可重复使用的扫地拖把垫或静电拖把替代。生活中这些小细节留意一下就能找到减少塑料的妙招。牙线与卫生棉条，说到个人护理用品，这两样可算意料之外的塑料来源。牙线其实多数是尼龙等塑料纤维制成，而且很多牙线还涂有一层蜡或 PFAS 化学物，让它更滑更容易使用。PFAS， 对，就是前面到的永久化学物质，不少牙线中都有它的身影。每天在嘴里用涂了 PFAS 的塑料线摩擦，这画面想想就让人牙酸。建议可以选择不含 PFAS 涂层的牙线，有些产品标明无氟，或者干脆升级，用冲牙器、水牙线。水柱冲洗牙缝，清洁效果不比牙线差，还没有塑料残留一劳永逸。再来是卫生棉条和卫生棉。许多传统卫生棉条含有人造纤维和塑料，比如塑料的推入管或棉条上的粘合纤维。卫生棉垫则常常有塑料底膜和塑料纤维加强吸收。长期使用下来，身体难免接触和吸收一些塑料相关化学物。解决办法是选择有机纯棉的卫生棉条和卫生棉，不含染料和塑料成分，对敏感部位更温和。或者可以尝试月经杯和月经内裤这类新潮环保产品。月经杯由医疗级硅胶制成，可反复使用多年，不会释放有害物。月经内裤则是特材质，可重复清洗使用，也大大减少一次性垃圾。使用这些产品不仅减少了塑料暴露，还为环境尽了一份心，一举两得。看完以上这串防守指南，可能有人要说了，照你这么讲，我是不是从此要跟塑料绝缘，过回原始人生活啊？别误会，现代生活完全不碰塑料几乎不可能，我们只能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塑料暴露。一开始改变习惯确实需要毅力，比如不买瓶装水就得自己每天准备水，刚开始可能会忘记，用玻璃饭盒带午餐会比塑料袋沉一点，改用月经杯需要学习适应，但当这些成为习惯，就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难。而且当身边朋友同事看到你这样做，说不定也会跟进，一起减速，影响更大呢。防守讲完，该说进攻了。就算我们千防万防，还是难免已经吃下吸入了不少微塑料和永久化学物质，那怎么办？幸好我们的身体有自己的排毒机制，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加强排毒，把侵入的塑料微粒赶出去。首先，大脑其实自带清洁系统，学名叫类淋巴系统 Glymphatic System， 是科学家近年才发现的大脑排毒渠道。简单说，我们的大脑在熟睡时会启动一套垃圾清理程序，脑脊液在脑组织里流动，就像给大脑来个 SPA 水疗，把一天累积的代谢废物冲刷带走。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深度睡眠时段，也就是你睡得最沉，做梦都不记得的时候。有人打趣说，睡着流口水时，正是脑子洗澡最卖力的时候。科学实验证实，睡眠不足或睡眠品质差会导致大脑中清除废物，例如与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效率下降。所以要想大脑帮你排出微塑料等毒素，保证充足而高品质的睡眠是关键。试着养成规律的作息，每晚睡满7到8小时，尽量早点上床，睡前避免玩手机和平板，给自己创造一个安静昏暗的睡眠环境，这样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让脑内的清道夫细胞和脑脊液有机会大干一场，把藏在脑缝缝里的垃圾都冲走。有人可能觉得熬夜没啥大不了，但想到熬夜后脑子里垃圾围成堆，微塑料在那儿蹦迪，就足以督促自己乖乖去睡了吧。总之，别亏待你的睡眠，因为那是大脑排毒的黄金时间。除了睡觉，大脑和全身细胞还有一个厉害的自我清洁功能，叫做自噬 autophagy。 自噬这个词
字面意思就是自己吃自己，听着有点吓人，其实是细胞在特定条件下启动自我回收模式。当我们处于饥饿状态时，身体没外部能量供应，细胞就会开始分解自身一些损坏的胞器或蛋白质来获取能量，同时清理掉细胞内的垃圾。可以把自噬想象成细胞派出的小小清道夫，把平时累积的废料、毒素甚至病菌残渣打包处理掉，既节约能量又维护了细胞健康。那如何启动自噬呢？关键就在间歇性断食。研究表明，当进食超过一定小时数，通常16到18小时以上，体内自噬过程会明显增强。很多人可能听过168断食法，每天16小时不进食，只在8小时窗口进食，这就是利用自噬来促进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能偶尔进行18到24小时的较长时间断食，自噬效果会更明显。一些激进一点的做法是每周挑一天只喝水不吃饭，让身体彻底清一清。但断食并不是要你硬撑饿肚子，搞得头晕眼花，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初学者可以从延迟早餐或提前晚餐开始，例如晚上7点吃完饭，第二天中午再吃，这样就有17小时左右的空窗期了。期间多喝水、茶或黑咖啡，不加糖奶，补充水分。感觉实在饿，可以一点点坚果顶一下。等身体习惯了，可以偶尔尝试更长时间。但孕妇、糖尿病患者或特殊疾病人群不建议随便断食。普通人也不要过度频繁断食，保持营养均衡同样重要。我自己体验下来，适度的间歇性断食不仅让肠胃休息，精神也变好了一些。也许因为身体在吃掉垃圾后变得更高效了吧。更妙的是，自噬不只对付一般细胞垃圾，也有科学家推测它能帮助清理细胞内一些异常颗粒，或许对降解吞入的微塑料微粒有间接帮助。虽然微塑料本身难分解，但自噬能减轻它们对细胞的损伤。总之，间歇性断食加自噬可以被视为体内的一次大扫除，配合良好睡眠，内外夹击，给那些藏在体内的塑料来个下马威。在身体排毒方面，我们还可以借助饮食和营养补充来助一臂之力。毕竟，身体的解毒工厂主要是肝脏，而肝脏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营养支持。其中，抗氧化剂和含硫营养是两大法宝。首先要提的就是高硫食物。这类食物虽然吃完口气可能不那么优雅，但对肝脏排毒大有好处。典型代表有大蒜、洋葱，它们含有丰富的含硫化合物，例如大蒜素可以促进体内生成谷胱甘肽。谷胱甘肽是什么？它可是人体内最强力的抗氧化剂和解毒剂之一，能帮助肝脏把各种毒素中和并排出。我们接触的塑料和有害化学物很多会造成氧化损伤，有了充足的谷胱甘肽，就像肝脏拿到了充沛的弹药，可以更有效地抵御和清除这些威胁。除了大蒜、洋葱，十字花科蔬菜也是排毒明星，比如西兰花、花椰菜、卷心菜、白菜、萝卜等。这些蔬菜富含硫元素和植物化学物质，如萝卜硫素，能启动肝脏酶去解毒我们体内的坏东西。多项研究显示，吃十字花科蔬菜有助于促进体内致癌物的排解，甚至降低某些癌症风险。想象一下，你吃一碗清炒西兰花，不只是在摄取维生素纤维，还等于给肝脏派送了一队拆弹专家，去拆解塑料和毒化学品的炸弹。当然，现代人忙碌的生活中，光靠食补有时不够全面，这时营养补充剂可以上场助攻。很多营养素对解毒有帮助，但这里特别介绍几个跟抗氧化和肝脏保护密切相关的。 NaCN 乙酰半胱氨酸，别被拗口的化学名吓到。 NaC 其实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补充剂，它是胱氨酸的乙酰化形式，简单理解就是合成谷胱甘肽的原料。前面说了，谷胱甘肽多重要吧，服用 NaC 就相当于直接给身体提供制造谷胱甘肽的素材。医院里甚至把 NaC 当解毒药来用，例如有人服过量的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中毒时， NaC 是急救解毒剂，因为它能迅速提升肝脏谷胱甘肽水平，保护肝细胞度过危机。平时我们适量服用 NaC， 在医生或产品建议剂量内，可以提升体内抗氧化能力，
减轻污染物对身体的伤害。很多人会在空污严重、感冒前后、喝酒前后服用 NAC， 因为它还有助化痰、保护呼吸道和肝脏。对于面临塑料微粒挑战的我们， NAC 就像一支援军，帮助身体对抗塑料附带的自由基和毒素。奶蓟、水飞蓟 Milk Thistle， 这是一种紫色的小花草药，已经有2000多年的护肝史了。奶蓟的主要活性成分是水飞蓟素 Silymarin， 对肝细胞具有保护和再生作用。简单而言，奶蓟能帮肝脏修复损伤，提高肝脏酶的解毒效率。很多人在喝酒伤肝或熬夜后会泡点奶蓟茶，期望减轻肝脏负担。对于塑料微粒这种慢性污染，奶蓟同样能提供支援。它可以减少有毒物质对肝细胞的攻击，并促进新的健康肝细胞生长。把奶蓟看作肝脏的营养护工吧，日常保养中用一用，肝脏状态会更好。现在有不少奶蓟胶囊、片剂可以选择，但要注意购买信誉好的品牌，确保有效成分含量足够。草药虽好，也不要过量，按建议剂量来就好。TADCA 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名字是不是很拗口？ TADCA 其实是一种人体自身也有的胆汁酸，只是浓度很低。传统中医药里面，熊胆入药就是因为含有熊去氧胆酸，有清肝明目、通利胆汁的作用。TADCA 是熊去氧胆酸和牛磺酸结合形成的复合物，研究发现它对肝脏细胞有保护作用，特别是在胆汁淤积的情况下，能减少肝细胞凋亡。所以我们可以把 TADCA 理解为一种保肝排毒的高级补充剂，它可以促进胆汁分泌和流动，而胆汁正是肝脏排出各种代谢废物的重要途径。当肝脏把废物，包括某些塑料降解产物、毒素排入胆汁，再由胆汁排到肠道，最后随粪便出体外。如果胆汁流通不畅，毒素排泄就会受阻。TADCA 就像给下水道通了一下管，让肝胆排毒之路更顺畅。不少注重肝脏健康的人会在日常补充一点 TADCA 来护肝。另外有意思的是，一些对抗代谢综合征、改善肠道的研究里也发现了 TADCA 的潜力。不过由于 TADCA 偏冷门，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人士，并严格按照推荐量服用。孕期或哺乳期则不建议使用。除了上述几样，其实还有很多营养素对抗氧化排毒有帮助，比如姜黄素、绿茶儿茶素、维生素 C 和 E、硒元素等等。由于篇幅关系，就不一一细说了。大家记住一点，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多摄取天然食材，肝脏肾脏才能拿到足够弹药去对抗外来毒素。千万别迷信什么偏方猛药单次排毒，而是要在日常饮食中润物细无声地给予身体支持。聊了这么多，归根结底，我们是在跟一个时代的隐形杀手搏斗。微塑料和永久化学品这些东西不会马上让你倒下，但会日积月累地侵蚀健康。幸运的是，我们并非束手无策，减少接触，强化自身就是最好的对抗策略。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选择更环保安全的生活用品，同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充足睡眠，适当断食，营养均衡，为身体的解毒系统保驾护航。这不是1、2天见效的速成计划，而是一种长久的生活习惯。但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才能在未来换来我们大脑清明，身体健康，不被塑料和毒化学品拖垮。想象一下，若干年后，你依然思维敏捷，记忆力在线，身体各项机能也运作良好，而那些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可能已经因为常年累积的塑料毒负担出现种种问题，那时你就会庆幸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些改变。当然，更大的希望是我们整个社会和产业能共同努力，减产塑料污染，开发无害的替代品，让未来世代不必面对塑料满身的困境。但在那实现之前，我们每个人能做的就是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环境与健康。最后，我想用一句轻松的话作结：赶紧行动起来吧，给你的大脑来场塑料大扫除。从减少塑料用量到聪明排毒，每一步都在帮助我们的身体排出塑胶微粒，远离那些阴魂不散的永久化学物质。别让你的脑子真的变成塑料做的，咱可还指望它干大事呢。今天开始，就和我一起调整生活方式，给身体一个干净的未来，预防微塑料和永久化学品的慢性伤害。你我做得到。记住，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营养支持，就是我们对抗塑料入侵的最佳武器。现在就去喝一杯干净的水，抱头美美睡一觉，让身体的排毒战士们开始他们的秀操作吧。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不少人觉得癌症是离自己很遥远的事，总以为那是不幸降临在别人头上的噩梦。然而，癌症的发生并非瞬间从天而降，就像一颗种子需要土壤才能发芽，癌症的种子也需要合适的环境才会茁壮成长。除了遗传和环境污染等因素，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其实正为癌症提供着滋长的温床。有些习惯看似平常无害，却在悄悄地为癌变铺路。快节奏的时代里，各种便利和享受让我们疏于警惕，不知不觉就掉进了这些陷阱。别紧张，了解这些风险并不是为了杞人忧天，而是为了更好的预防和改善生活方式。接下来，我们就用轻松有趣、带点故事感的方式，一起来盘点10大常见的促癌生活习惯，看看下面这些场景，你是否似曾相识，又中了几条呢？习惯1：抽烟。清晨，闹钟刚响，你迷迷糊糊地爬起来，第一件事不是喝水吃早餐，而是摸出一包烟，点燃新的一天的第一支。香烟的烟雾在空中盘旋，你长长地吐出一口烟圈，仿佛吐出所有的烦恼。对于很多老烟枪来说，这一支事后烟或饭后一支烟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然而，你的肺可不这么想，每一口烟都像在给肺做烟熏腊肉，烟雾中的焦油正一点把你的肺变成黑乎乎的煤球。你的肺细胞估计正捂着鼻子喊：求求你别再熏我了。科学原理，香烟烟雾中含有数百种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其中至少有70种被证实具有致癌作用。尼古丁让人上瘾，但真正对肺部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是那些致癌物质，比如苯、并、铍和甲醛等。它们就像一群捣乱分子，跑到你的细胞里，对 DNA 大打出手，把原本整齐的生命说明书弄得满是错别字。久而久之，被破坏的细胞可能失控，开始疯狂增殖，最终演变成癌细胞。据统计，长期吸烟的人患肺癌的风险是不吸烟者的10数倍之多。可见吸烟和癌症的联系绝不是危言耸听。有说法称每抽一支烟就会缩短几分钟寿命，听起来耸人听闻，却有一定科学依据。长期香烟相伴，身体健康也会一点点被偷走。除了肺癌，吸烟还与口腔癌、喉癌、食道癌、胰腺癌、膀胱癌等多种癌症息息相关。另外，有些人爱嚼食的槟榔也是极其危险的致癌习惯，它会严重刺激口腔黏膜，导致槟榔口，大大增加口腔癌的风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级致癌物。你以为过瘾的是自己，其实过瘾的是癌细胞，更别提二手烟的危害。无辜在旁吸烟的人也被迫加入了这场肺部浩劫。所以，悠闲吞云吐雾的背后，其实是埋下了一颗健康的定时炸弹。习惯2：酗酒。夜幕降临，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你和同事相约小酌几杯，啤酒杯碰撞发出清脆的声音，干了，你仰头一饮而尽，觉得人生苦短须尽欢。几杯酒下肚，脸颊泛红，话也多了起来，你感觉整个世界都可爱了些。然而，你的肝脏可不觉得开心，它正加班加点地处理你摄入的酒精，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化工厂工人，在默默分解着乙醇这个麻烦分子。肝细胞们可能正抱头喊，又来这么多酒，我们要累瘫啦。科学原理，酒精的主要成分乙醇，在肝脏中会被代谢成乙醛，而乙醛是一种明确的致癌物。想象一下，它就像化工原料中的强酸，能灼伤和破坏细胞分子，使 DNA 发生损伤和突变。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肝脏细胞不断暴露在乙醛的攻击下，引发慢性炎症和细胞损伤，时间一长可能导致肝硬化。顺便说一句，喝酒脸红可不代表酒量好，反而意味着乙醛代谢慢，这类人更该少碰酒，因为乙醛在体内停留越久，对细胞的危害越大，甚至进一步发展成肝癌。不仅如此，酒精还会直接刺激我们的口腔、咽喉和食道黏膜，让这些部位细胞反复受伤、修复，增加癌变机会。所以，饮酒过量的人群中，食道癌、
咽喉癌和口腔癌的发病率也显著升高。许多人喜欢用借酒消愁或酒精杀菌来给自己多喝2杯找借口，但事实是，杀的不是细菌，而是你的肝细胞；消的不是烦恼，而是你的健康。值得注意的是，吸烟和酗酒若同时进行，会对身体造成双倍打击，让口腔、食道等癌症的风险成倍增加，等于给炸弹同时接上了多根导火索。常言道，小酌怡情，大饮伤身。适量饮酒也许助兴，但贪杯过度换来的只能是无尽伤害。偶尔小酌放松无可厚非，但杯中物一旦过量，快乐过后埋单的可是自己的健康。习惯3，爱吃烧烤和油炸。深夜的街头，小摊上的烧烤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你和3、5好友围坐，一串串烤肉在炭火上滋滋作响，油滴落在炭火上燃起微小的火苗，你迫不及待地咬下一口焦香四溢的烤串，满嘴满足。然而你可能不知道，每一口焦香的背后都隐藏着看不见的化学陷阱。烧烤、煎炸等高温烹调方式会让食物表面产生一层诱人的焦黑色，却也生成了大量对身体不友好的物质。科学原理，当肉类在明火或高温油锅中烹调时，会产生多环芳烃，比如苯并芘和杂环胺等致癌物质。这些名字听起来拗口的化合物，其实就是那层焦黑的美味中暗藏的危机。想象一下，肉块在火焰上被烤得吱吱冒油，那些滴下去的油脂在火上燃烧，产生的烟雾里就富含致癌物，它们附着在食物表面，被你大快朵颐地吃进肚子。进入体内后，这些致癌物就如同不定时炸弹，可能损伤消化道的细胞，干扰细胞的正常分裂。研究调查发现，经常吃烧烤的人，胃肠道癌症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很少吃烧烤的人。有些老饕偏爱把食物烤出一层虎皮焦壳，认为这样才够香，但这其实是在贪恋危险的味道。食物烤得越焦，暗藏的有害物质往往越多。长期大量摄入烧烤和油炸食品，会让这些炸弹在体内越积越多，提高患胃癌、肠癌、胰腺癌等癌症的风险。当然啦，谁都无法拒绝偶尔的烤串诱惑，但如果把烧烤、油炸当日常，您的身体可就真要变成火烤战场了。提醒一下，不只是烧烤摊上的肉，平时烤糊的面包、煎焦的鱼等也含有类似的致癌物质，所以厨房新手们，菜炒糊了可别图示直接吃哦。习惯4，重盐重烟的饮食。假如你走进某人的厨房，看到餐桌上永远摆着咸鱼、腊肉、泡菜等重口味菜肴，而且吃饭必定一大勺酱油下去，菜不咸不下饭，这样的重盐饮食听起来很过瘾，对味蕾是一种享受，但对胃可未必友好。东北的酸菜、广东的腊肉，还有各地风味的腌制咸货，很多家庭餐桌上少不了这些美味。但是常年累月吃得太咸，偏爱腌制食品，胃会不会哭泣？科学原理，高盐饮食破坏胃黏膜这个保护层，盐分就像粗砂纸一样，反复摩擦胃黏膜，使其变得脆弱，甚至受伤。受损的胃黏膜更容易受到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而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诱发胃癌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腌制食品在制作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亚硝酸盐，进入体内后可能转化为亚硝胺，这是一类强烈的致癌物。比如广东人喜爱的咸鱼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可能致癌的食品，因为其中的亚硝胺跟鼻咽癌的发生相关。经常吃腌制食物的人群，胃癌的发生率也更高。所谓病从口入，高盐饮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想象一下，你的胃每天都泡在盐水和化学物质的腌制液里，难怪它要造反。所以再喜欢的咸菜、咸鱼也要适可而止，别让味蕾的享受变成胃的灾难。习惯5，蔬果摄入不足，偏爱肉食。中午时分，你点了一份豪华汉堡套餐，外带一大包薯条和可乐，你狼吞虎咽地享受着肉的鲜美和油炸的酥脆，对盘子里那片可怜的生菜叶子视而不见。或者晚餐时你来个超大肉拼火锅，青菜只是点缀，蔬菜水果，哎呀，明天再补吧，今天要犒劳自己的胃。长期这样偏爱肉食，忽视蔬菜水果的饮食，
看似满足了口腹之欲，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埋下健康隐患。科学原理：蔬菜水果中富含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是身体的清道夫和修理工。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犹如一把软刷子，帮助清理肠道内的垃圾，加快有害物质的排出。如果长期缺乏蔬果，肠道就像失去了扫地机器人的房间，残渣滞留时间过长，增加了有害物质与肠壁接触的机会，而其中的一些有害物可能就具有致癌作用。比如红肉在肠道分解时会产生一些致癌代谢物。顺带一提，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研究机构曾在2015年将火腿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列为一类致癌物，证明长期大量食用这些食品确实会增加患癌风险。另外，蔬果中的维生素 C、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有助于中和体内的自由基，那些会损伤 DNA 的小坏蛋。当你偏爱大鱼大肉，疏远蔬菜水果时，等于减少了身体对抗癌变的武器储备。研究显示，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人，结直的风险更高。所以，为了肠道高兴的工作，还是乖乖多吃点蔬菜水果，别让你的肠道整天怨念怎么又没绿叶菜。所以，妈妈从小叮嘱我们多吃蔬菜水果，并不是唠叨。蔬果摄入充足，均衡营养，才能让身体更好地抵御癌症的侵袭。习惯6：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下午上班时间，你基本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脑屏幕，除了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全身其他部位仿佛进入休眠状态。一天坐8-9个小时，下班回家又葛优瘫在沙发上煲剧，运动能走2步路，绝不走3步。周末更是与床融为一体，恨不得吃喝拉撒都在同一个窝里解决。长期久坐的生活看似悠闲惬意，但身体可没有表面这么淡定。科学原理：缺乏运动会带来多重健康隐患，其中之一就是增加某些癌症的风险。当我们运动时，身体的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也更活跃，免疫细胞巡逻身体的效率更高，还能帮助维持激素的平衡。反之，长时间坐着不动，血液循环减慢，细胞代谢废物堆积，就好比河水不流动，就容易长青苔。同样的道理，久坐会导致肥胖、胰岛素抵抗等问题，而脂肪组织过多会分泌一些促炎症的物质，创造出对癌细胞有利的环境。研究发现，缺乏运动的人结肠癌、乳腺癌等发病率更高。有研究甚至将久坐称为新的吸烟，提醒人们其危害不容小觑。这是因为肠道蠕动减慢，有害物质停留时间变长，而激素水平的紊乱也可能刺激乳腺细胞异常生长。不仅如此，运动还能增强抗氧化能力，有助于修复日常累积的细胞损伤。总之，生命在于运动，可不是说说而已。如果我们整天坐着不动，身体的各种机能都会懒散下来，给癌症可乘之机。所以，别再一坐一整天了，起来活动活动，哪怕每小时站起来伸展一下，也算给身体打了一剂强心针。习惯7：经常熬夜，昼夜颠倒。深夜11、2点，你的灵魂仿佛才开始苏醒，白天的劳累一扫而空，抱着手机或对着电脑屏幕，开始了夜猫子模式，再刷1集剧，再打2把游戏，困算我输。你心里这么想着，不知不觉，时针划过了午夜，窗外寂静，而你却像黑夜里的猫头鹰，双眼炯炯。熬夜带来的短暂快感，也许是白天偷不来的自由时光，可你的身体生物钟却被折腾得不轻。结果第2天，你顶着浓重的黑眼圈爬起床，哈欠连天地，开始新的一天。但到了夜晚，这种循环往往又将重演。科学原理：我们的身体有一套生物钟，调节着荷尔蒙分泌、细胞修复等关键过程，就像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定时维修工。夜晚睡眠时，身体会分泌褪黑素等激素，帮助除日间产生的有害物质，并修复受损的细胞。然而长期熬夜会打乱这套精密的系统，让维修工们下班回家，身体的修复窗口大大缩短。研究表明，长期夜班或熬夜的人群，患乳腺癌、结肠癌等的风险更高。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甚至将长期夜班工作归为可能的致癌因素之一。原因在于，
熬夜会扰乱荷尔蒙平衡，例如降低褪黑素水平，而褪黑素具有一定的抑制肿瘤作用。与此同时，熬夜也可能削弱免疫系统。平时免疫细胞会帮忙找出并清除那些异常的细胞，包括潜在的癌细胞。可当你夜夜笙歌，免疫细胞也跟着打瞌睡，漏掉了坏小子。所以别再迷信凌晨2点黄金创作期之类的鸡汤了，规律作息才是真正让身体开心的养生之道。偶尔一次通宵或许问题不大，但若把黑白颠倒当常态，小心身体抗议，健康亮红灯。习惯8，不做防晒，皮肤过度日晒。周末阳光明媚，你决定去海边玩耍，你穿着沙滩裤就冲向海浪，看到旁边有人在细心的涂防晒霜、撑遮阳伞，你不禁笑了笑，心想哪有那么娇气，晒黑点才健康帅气嘛。于是大半天过去，你晒得浑身通红，觉得自己仿佛成了块刚出炉的红烧肉。晒太阳当下感觉不错，可你的皮肤细胞却在默默叫苦，救命啊，我们要被晒熟了。傍晚回家，你发现肩背皮肤火辣辣，连洗个澡都刺痛难忍，这是白天晒伤的后果，皮肤在向你抗议。科学原理，太阳光中的紫外线是一把双刃剑，适度的阳光照射能帮助我们合成维生素 D， 但过度的紫外线暴露会损伤皮肤细胞的 DNA。 简单来说， UV 就像无形的子弹射入皮肤细胞，打断 DNA 链条或者造成错误连接。这些损伤如果没有被细胞自我修复机制正确修复，就可能导致突变，而 DNA 突变累积在皮肤细胞中，就有可能诱发皮肤癌，比如黑色素瘤或基底细胞癌。尤其是反复的严重晒伤，更是大大增加风险。想象一下，皮肤细胞就像躺在沙滩上的人，你一次次把它们暴露在灼热的阳光下，它们可能中暑甚至中弹。虽然东方人的肤色相比西方人有更多黑色素保护，但并不意味着能无限制抗住紫外线攻击。况且长年累月的日晒还会导致皮肤加速老化，皱纹和色斑爬上脸庞。有些爱美人士甚至特地去做日光浴或使用晒灯来美黑，但这样的烤皮行为更是极大的增加皮肤癌隐患。防晒不是矫情，而是给皮肤穿上一层保护盔甲。别等皮肤真的被晒伤害了才后悔，记得外出涂抹防晒霜，打伞或戴帽子，给辛勤工作的皮肤细胞打一把保护伞。习惯9，压力山大，长期情绪压抑。清晨闹钟一响，你又开始了新一天的战斗。上班路上堵车，地铁里像沙丁鱼罐头，你心烦气躁地挤到公司，还是迟到了5分钟，被老板劈头盖脸一顿训。工作堆成山，同事一句无心的话都能惹你上火。下班回到家，本想休息，却还要辅导孩子功课，内心的压力值飙到最大。你嘴上不说，心里却憋着一股闷气。就这样日复一日，压力像一座大山压在心头，情绪却无处宣泄。有时你甚至觉得胸口发闷，夜里辗转难眠，但白天仍要强颜欢笑地硬撑着。长此以往，身心就像拉紧的弹簧，随时可能崩断。科学原理，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负面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往往是润物细无声似的，却可能为癌症冒头提供机会。当我们感到压力时，身体会释放应激激素，如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短期来看，这是战斗或逃跑反应，有益于应对危机。但如果压力长期存在，这些激素就会一直偏高，导致免疫系统受到抑制。免疫系统平常就像身体的警察，巡逻发现那些变异的细胞可能发展成癌细胞，就迅速消灭。但当你长期压力山大，警察叔叔们可能忙着内乱或疲惫不堪，巡逻效率下降，漏掉坏分子。一些研究也发现，慢性压力会引起体内持续的低度炎症反应，这种环境也有利于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举个例子，压力过大就像土壤肥沃了，杂草、异常细胞更容易滋生。而且人在情绪低落时，往往会寻求不健康的解压方式，比如暴饮暴食、酗酒、抽烟，更是间接增加了患癌风险。相反，如果保持适度的运动、良好的睡眠和乐观的心态，压力荷尔蒙下降，免疫警察才能精力充沛地保护你。所以生活再难也别总憋着，学会排解压力，调整情绪，可不仅仅是心灵鸡汤，
而是真正有利于身心健康的防癌策略。习惯时总是吃的滚烫，饮食不降温。在一家热气腾腾的面馆里，你端起刚出锅的滚烫牛肉面，汤还在冒着热气，你却迫不及待地呼噜吸了一大口面条。呼，好烫，爽！你嘴上这么说着，舌头和喉咙却已经被烫得发麻。旁边的阿姨一边吹着刚倒出的开水，一边笑：“年轻人牙口好啊，我们那个年代都讲究趁热吃呢。”不少人觉得食物要趁热才好吃，滚烫的茶水，热腾腾的火锅，仿佛温度越高越显热情好客。然而，你的食道可能并不领情。科学原理，我们的口腔和食道黏膜其实相当娇嫩，温度过高的食物会对其造成灼伤，偶尔烫一次，细胞还能修复。可是长期反复被烫伤，黏膜就会出现慢性损伤和炎症。在持续的损伤、修复过程中，细胞的 DNA 可能发生突变，就像打字时连续出错，纠错功能一旦跟不上，错误就积累下来了。这些累积的突变增加了食道癌发生的风险。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在一些爱喝热茶或热汤的地区，食道癌的发病率明显较高。世界卫生组织也提醒，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可能具有致癌风险。许多老人爱说烫一点才养胃杀菌，但实际上过热的饮食对食道的伤害远大于它带来的那点养生慰藉。所以趁热吃这件事还是悠着点好，让食物稍微放凉一点再入口，并不会损失它的美味，却能给敏感的食道多一层保护。别逞一时嘴快，给食道留下终生遗憾。结语：如果把以上这10个坏习惯都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他的生活大概就是一出作死连续剧。早上只睡了4-5个小时就被闹钟吵醒，房间还弥漫着昨夜残留的烟味，他迷迷糊糊地点上一支烟提神，还没顾上吃早餐就先猛抽了2口，然后端起滚烫的豆浆一饮而尽，差点把舌头烫伤。到公司后，他一屁股坐在工位上就是一整天，除了手指敲键盘，几乎不曾挪窝。工作压力山大，老板时不时劈头盖脸的训话，他也只能憋着火受着。中午顶着毒辣的太阳出去买快餐，太阳炙烤着他的脖子，他却嫌麻烦，既没打伞也懒得擦防晒，草草啃了份炸鸡配可乐，对餐盒里可怜的生菜一口不动。饭后点上一支事后烟自我安慰，抽口烟解解压。下班后，朋友喊他去路边烧烤摊宵夜，烧烤摊烟雾缭绕，他大快朵颐的撸串，豪爽的灌啤酒，菜品一个比一个重，口味又咸又辣，他吃得满头大汗。酒足饭饱回到家已是深夜，他瘫在沙发上玩手机，不知不觉刷到了凌晨2点。第二天又将迎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看完上述10大促癌习惯，你中了几条呢？别不好意思，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些小毛病。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这些习惯背后的风险，就有机会去改变它。戒烟限酒，均衡饮食，多吃蔬果，适度运动，规律作息，学会解压，还有注意防晒和饮食温度等等。这些听起来像老生常谈的健康建议，却是实实在在远离癌症的有效策略。当然，拥有良好习惯并不意味着绝对不会得癌症，但至少可以大大降低风险，让身体保持在更安全的轨道上。就像给人生买了一份保险，尽量不给癌症可乘之机。生活中充满诱惑和压力，改变习惯并非一朝一夕，但想想未来的自己和家人，远离病痛折磨，多一些健康和安心，何尝不是值得的投资呢？希望我们都能在享受生活的同时，悄悄改掉那些促癌的小习惯，让健康和快乐常相伴。毕竟人生苦短，笑着过，健康的过，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改变坏习惯也许不能让我们长生不老，但却能极大提升我们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每改掉一个坏习惯，就为自己增添一份健康保障。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和那些促癌习惯说拜拜吧。早上来一碗热腾腾的稀饭，配一个软乎乎的白馒头，这是不少中老年人最爱的早餐组合。听起来清淡又养胃，似乎再合适不过了，对吧？但是你知道吗？看似温和的稀饭和馒头，其实正悄悄给我们的健康埋下隐患呢。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饮食误区的真相，
顺便聊聊6种能让腿脚更有劲、心脏更健康的高钾食物。准备好了吗？让我们马上开始。首先，我们来说说稀饭和馒头的问题。稀饭和馒头的确好消化，但也消化得太快了。它们主要成分是精制米面淀粉，进入肚子后很容易被分解成葡萄糖，迅速冲进血液。结果呢，餐后血糖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嗖地飙上去。尤其是白米熬的稀饭，比直接吃干饭升血糖更快。白面粉蒸的馒头升糖速度也不逊色。如果老人饭后1-2个小时老觉得没力气、犯困，那多半是血糖先高后低在作怪。再来看营养吸收和饱腹感，稀饭基本上是水加少量米，馒头是松软的白面团，这2样东西热量有了，营养却很单薄。它们膳食纤维极少，蛋白质也不多，维生素和矿物质更是寥寥。老人吃一大碗稀饭，啃一个馒头，感觉肚子暂时填满了，但因为缺乏纤维和蛋白质的支撑，饱腹感维持不久，很快又饿了。就好比打一拳在棉花上，没多久肚子又开始咕咕抗议。很多人以为稀饭馒头加咸菜是清淡饮食，其实这种搭配最不合理，不仅血糖猛涨猛跌，盐分还超标，对血压也不好，而且身体需要的营养几乎没摄入。长此以往，身体处于吃不饱又饿不死的尴尬状态，摄入的都是碳水化合物空热量，肌肉却得不到足够的蛋白质修复，维生素和矿物质也严重不足，结果老人容易出现营养不良、肌肉流失、腿脚无力、免疫力下降。更可怕的是，持续的高血糖波动会让胰岛细胞疲于奔命，时间一长，糖尿病就可能找上门，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提高。听到这里，你也许有点紧张，难道以后早饭都不能喝稀饭、吃馒头了吗？别误会，并不是让大家永远告别它们，而是要适当退位，别每餐都把稀饭馒头当主角。偶尔想喝碗粥解解馋，可以在粥里加些燕麦、糙米、小米或者杂豆，粗细搭配放慢血糖上升速度。吃馒头时搭配一些蔬菜和蛋白质，比如先啃几口煮鸡蛋，喝点豆浆，再吃半个杂粮馒头，这样升糖反应就会缓和许多。总之，中老年人要学会聪明选择主食，别被一碗白粥、一个白馒头骗了胃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高钾食物，既可以丰富老人的饮食，又能帮忙对抗稀饭馒头带来的那些健康隐患。说到这里，重头戏登场啦！钾，这个让肌肉有力、血压稳定、心脏强劲的幕后英雄。钾是什么？简单来说，钾是一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电解质，就像我们身体里的小马达，维持着细胞的正常运转。中老年人常说，人老腿先老，腿脚没劲，经常抽筋，很可能就和缺钾有关。钾离子负责传递神经信号，参与肌肉收缩。如果体内钾不足，肌肉细胞就像断电一样乏力，腿肚子容易抽筋，走路爬楼梯都感觉劲儿不足。适当补钾能让肌肉来电，帮助中老年人保持行走稳健，减少摔倒风险。不仅腿脚，钾对我们的血压和心脏也有大大的好处。现代人饮食中盐分往往过多，而钾能够帮助拮抗钠的作用。你可以把钠想象成加压的水龙头，让血管里的水压升高，而钾就是红的闸门，把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钾可以促进身体排出钠离子，减少水分潴留，减轻血管压力，从而帮助稳定血压。很多研究发现，高钾饮食有助于预防高血压和中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血管弹性本来就在变差，补足钾就像给血管装上减压阀，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最后，心脏本身也是需要钾来守护的。我们的心脏每天有规律的通通跳动，全靠体内电解质维持正常的电信号，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钾。钾就像心脏节奏的节拍器，保持适当水平，心跳才能不紧不慢，协调有力。如果严重缺钾，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都有可能发生。当然，饮食中的钾不至于一下子这么极端，但长期摄入不足，可能让心脏在亚健康状态中运转，加速老化。充足的钾还能减少动脉硬化风险，可谓对心脏多重保护。遗憾的是，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家，
日常饮食中的钾远远不够，一般成年人每天需要大约3-4千毫克的钾，可现实中很多人连一半都未必摄入得到。这也难怪，钾主要存在于新鲜蔬果和豆类、薯类中，而不少老人碗里经常是精米精面、咸菜和肉，蔬菜水果吃得少，难免缺钾。补钾这件事迫在眉睫，别担心，补钾并不意味着去吃药片或保健品，我们餐桌上就有天然的钾来源。下面要登场的6位高钾食物明星，就是中老年人健康饮食的秘密武器。但在介绍他们之前，还要唠叨一句，除非您的肾功能有问题，需要医生限制钾摄入，一般健康人尽可以通过食物大胆补钾，好处多多。好了，高钾冠军们排着队来了，他们当中有的可能已经是您餐桌上的常客，有的也许是近年才流行的新秀，让我们一一认识一下吧。香蕉，提到补钾，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香蕉。香蕉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高钾水果，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大约含有400毫克钾，轻松帮您补充一天所需钾的将近1/10。香蕉还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蠕动，缓解中老年人常见的便秘困扰。它也提供维生素 B6 和少量维生素 C， 对神经和免疫都有益。早上或者运动后吃根香蕉，可以迅速补充能量和电解质，让人精神振奋。吃法上，香蕉最方便的是剥皮直接吃，也可以把香蕉切片拌入燕麦粥、酸奶或和牛奶一起打成香蕉奶昔，当做加餐或下午茶点心都很合适。适量来说，一天1根香蕉足矣。虽然香蕉好处多多，但也含有果糖和淀粉，吃太多可能摄入过多糖分。控制血糖的中老年人每天半根到1根为宜，尽量选择8-9分熟、糖分没有完全转化的香蕉，这样升血糖会稍缓一些。牛油果，牛油果又称酪梨，是近几年大火的网红高钾食物。别看它长相其貌不扬，营养价值可不低哦。一个中等大小的牛油果所含的钾大约有700毫克，甚至超过1根香蕉的含量。牛油果的魅力不仅在于高钾，它还富含对心脏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和膳食纤维。中老年人适当吃牛油果，有助于提高好胆固醇水平，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牛油果的口感细腻如奶油，用途也很广泛。您可以把它切块加入沙拉，增添柔滑的口感，或者抹在全麦面包上，代替黄油来一份健康的牛油果三明治。还可以和牛奶一起搅拌成果昔，做成营养丰盛的早餐饮料。适量方面，由于牛油果脂肪含量高，热量不低，中老年人每天吃1/4到半个就足够获取营养了。如果您需要增重或者食欲不佳，也可以适当多吃到1个，但要注意牛油果本身味道清淡，成熟度高时才好吃，挑选表皮略软的熟牛油果更适宜。红薯，香甜软糯的红薯是深受老人喜爱的天然补钾佳品。很多人不知道，红薯里的钾含量相当可观，一根中等大小的红薯约150克，含钾超过500毫克，比相同重量的白米白面含钾高出许多。红薯不仅钾多，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的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 前体，它的升血糖速度比精米精面慢，对中老年人来说是比馒头米饭更好的主食选择。红薯的吃法简单多样，最质朴的吃法是洗干净带皮蒸熟或烤熟，直接当点心吃，香甜可口又顶饱。或者把红薯切块熬粥，熬出的红薯比单纯白粥营养丰富，颜色诱人，还自带甜味，无需加糖。红薯也可以切条烤制成健康版地瓜干，当零食磨牙。一些地方有用红薯配酸菜做汤或炒红薯叶吃，也别有风味。适量来说，红薯毕竟也是淀粉主食，中老年人每天吃50到150克左右即可，约半根到1根中等红薯，用它替代部分精米面主食，更有利于营养均衡。如果一次吃太多红薯，可能会胀气，或者因为糖分摄入过量而升高血糖，所以适可而止很重要。搭配一些蛋白质和蔬菜一起吃红薯，营养更全面，也更耐饿哦。菠菜，大力水手爱吃菠菜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吧？虽然吃了菠菜不会立刻变身补派，但菠菜确实是蔬菜中的高钾冠军之一，对保持中老年人肌肉力量和心血管健康大有注意。
100克菠菜大约1小把，含钾将近500毫克，而且还富含镁和钙，这些矿物质和钾一起协同作用，帮助维持正常的肌肉和神经功能。除了矿物质，菠菜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K、维生素 A、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以及叶酸，可以说是营养密度很高的绿叶菜。对于上了年纪的人，常吃菠菜有助于预防肌肉痉挛，缓解腿软无力，还对保护视力和骨骼有益，一举多得，难怪被称为营养模范生。吃法上，菠菜适合快炒或汆烫后凉拌，比如用开水焯烫菠菜，几秒钟捞出，拌点芝麻油和蒜泥，就是一道清香可口的拌菠菜。或者和鸡蛋、番茄一起煮汤，做成菠菜蛋花汤，滑嫩又营养。如果觉得菠菜味道稍涩，还可以和水果一起打蔬果汁。需要注意的是，菠菜含有草酸，烹调前焯水可以去除大部分草酸，避免影响钙铁吸收。适量方面，每天来1小把菠菜，50到100克，就能为您提供宝贵的钾和镁。建议每周吃3到5次菠菜或其他深绿色蔬菜，品种上可以和油菜、芥蓝、苋菜等轮换，营养更全面。豆类，各种豆子是中老年人饮食中不可错过的宝藏食物。豆类比如芸豆、红豆、黑豆、黄豆等，钾含量都相当可观。一碗煮熟的豆子约150克，往往能提供500毫克以上的钾，其中某些种类如白芸豆含钾甚至高达1000毫克每碗，堪称钾元素的超级来源。不仅如此，豆类还富含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是增强肌肉力量和稳定餐后血糖的好帮手。对于不爱吃肉或消化肉类困难的老年人来说，豆子提供了优质蛋白质，有助于防止肌肉流失，让腿脚更有劲。吃法方面，豆子的花样非常多。早晨一杯热腾腾的豆浆或一碗香浓的黑豆粥是很好的补钾开端。饭菜里可以时常出现豆制品的身影，例如豆腐、豆干、腐竹，不仅增加口感，还补充钾和钙。红豆、绿豆还能煮汤或者磨成豆沙做点心。中式甜品里的红豆汤圆、绿豆糕，适量品尝也能顺便补点钾，记得少放糖哦。如果您喜欢西式口味，可以把鹰嘴豆、扁豆煮熟拌沙拉，或者用各种杂豆熬煮成浓浓的什锦蔬菜汤，也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营养餐。需要提醒的是，干豆烹煮前最好提前浸泡几个小时，这不仅缩短烹调时间，也有助于去除部分植酸和产气物质，让豆子更容易消化吸收。适量来说，每天吃大约半杯到1杯煮熟的豆类，50到100克干豆量是不错的选择。最好，但也不要一次吃过量，以免胀气不适。坚持每周吃豆4次以上，宁可无肉，不可无豆，您一定会从中受益匪浅。西红柿，鲜红多汁的西红柿也是值得推荐的高钾食物之一。一个中等大小的西红柿含钾约300毫克，别看数字不如前面几位亮眼，但胜在日常吃的量往往较多，而且西红柿还有其他隐藏技能呢。首先，西红柿热量低，水分高，富含维生素 C， 对中老年人的免疫力和皮肤健康有益。其次，它那迷人的红色来自番茄红素，这是一种强力抗氧化剂。有研究发现，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对保护心脏和血管很有帮助。因此，常吃西红柿不仅补钾，还相当于给心脏加了一层保护膜。吃法上，西红柿生吃熟吃皆可。生吃可以最大程度获取维生素 C， 例如洗净后直接啃，或切块与黄瓜拌成沙拉，酸甜开胃。熟吃则更利于番茄红素的吸收，比如经典的西红柿炒鸡蛋，就是一道老少咸宜的菜肴。鲜艳的汤汁拌饭特下饭，或者煮锅番茄牛肉汤，番茄的酸味融入汤汁，非常适合老人暖胃。还有一个简单办法，用西红柿榨汁或买100%番茄汁，低钠款，早晨来一杯，当饮料喝清爽解渴，又补充钾和维生素。一些加工的番茄制品如番茄酱、番茄沙司钾含量更浓缩，但往往添加了盐和糖，不宜多吃，还是推荐以新鲜西红柿为主。适量来说，每天保证吃一个西红柿或者 equivalent 一杯番茄制品，约150到200克，就能获得良好的补钾效果。西红柿性凉，空腹大量食用可能刺激胃酸，
中老年人最好餐后或2餐之间食用，更加温和。说了这么多，您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一个健康饮食的小秘诀？没错，少一点精致的假营养，多一点天然的假营养。中老年人的餐桌上，稀饭和馒头不妨让位给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豆子、薯类，这样不仅血糖稳了，腿脚有力了，连心脏也跟着踏实有劲儿起来。或许长寿老人们的秘密就藏在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中呢。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您和家人带来启发。下次在为家里的长辈准备餐食时，记得多加一份高钾食物，让爱与健康一起送达。祝所有中老年朋友都能吃得开心，动得顺心，腿脚利索，心脏棒棒。午夜时分，万籁俱寂，你是否也曾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只因为嘴巴干得仿佛沙漠，喉咙像是冒烟了一样，干燥得令人难受。摸黑倒了杯水，咕噜咕噜喝下去，却发现口中依然干巴巴，仿佛怎么喝都解不了渴。这种半夜嘴巴发干的经历听起来再平常不过，可它背后藏着的秘密却不简单。很多人以为夜里口干只是因为白天水喝少了，或者房间里空气太干，但真相往往没那么简单。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位喜欢打哑谜的朋友，通过一个小小的口干来暗示更深层的健康状况。想象一下，你白天忙了一整天，顾不上喝水，到了晚上身体就像缺水的植物一样发出渴求，这时半夜口干，多半是身体在提醒你该补水了。简单的缺水脱水是最常见的口干原因。如果睡前吃了太咸的食物，或者喝了酒，身体也可能因为水分被榨干而在半夜警报大作。还有冬天开着暖气，夏天吹着空调入睡的人，空气干燥的仿佛让卧室变成小沙漠，醒来时自然嘴巴干裂。特别是喜欢张着嘴睡觉的人，呼呼大睡时，空气直接从嘴进出，口腔里的水分一路蒸发，舌头都快干成牛肉干一样了。久而久之，这些生活中的小习惯都会埋下夜间口干的种子。除了这些日常原因，年龄增长也悄悄推动了口干的发生。上了年纪的人，新陈代谢放慢，唾液腺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勤快了。白天说话吃饭的时候，也许没觉得怎么样，可一到晚上，唾液分泌本来就减少，嘴巴得不到足够的润滑剂，自然会变得干涩。有些人长期服用药物，比如抗过敏药、降压药、抗抑郁药等，这些药就像把水龙头拧小了一样，让唾液流不出来，口干尤其在夜深人静时变得明显。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半夜嘴巴特别干呢？原来当我们进入梦乡，身体许多功能都进入省电模式，唾液腺也开始夜间休息，唾液分泌量大大降低。白天里唾液像勤劳的小溪滋润着口腔，但夜晚它流淌缓慢，甚至几乎干涸。再加上睡觉时人不会主动喝水，几个小时下来，嘴里缺少新的水分补给。如果这时候你还在用嘴巴呼吸，或者周围环境很干燥，口腔黏膜中的水分快速蒸发，却得不到补充，就好比荒漠中最后一汪水也被晒干了。所以半夜醒来觉得嘴干，其实是很多因素叠加的结果。身体本来就少，供应了口水，再碰上空气干、缺水、张口呼吸这些情况，嘴巴就会干得厉害。而且唾液不仅仅是润滑剂，还是口腔的清道夫和保护神。夜里唾液少得可怜，细菌就会趁机壮大军事，难怪很多人清晨醒来觉得嘴里发黏，还有异味。这也是为什么长期口干的人更容易出现口臭和龋齿的问题。当然，偶尔1-2次夜里口干不必紧张，喝点水，改善环境就能解决。但如果经常半夜渴醒，怎么喝水都难解口干，那就要当心是不是身体在按警报了。一些疾病的早期可能会通过这种微妙的方式提醒你。接下来，我们像当侦探一样，逐一揭开5个潜在的真凶。1. 糖尿病。糖尿病听起来是甜的病，可带给人的感觉却一点也不甜蜜。想象血液里糖分高的像糖浆一样粘稠，身体为了把多余的糖浆稀释排出，逼得肾脏拼命工作，大量排尿。结果呢，大量水分跟着尿液一起流失，身体一下子干渴起来，这就是糖尿病人口干的缘故。有研究统计显示，大约1半的1型糖尿病患者和接近1半的2型糖尿病患者都曾出现过口干症状。
许多糖尿病患者都有3多1少的现象，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反而减少。其中夜里总是口干舌燥，就是因为血糖高导脱水，半夜渴得醒过来，就像身体里有个小偷，偷偷把水分都偷走了，只留下干燥在提示你该查查血糖啦。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60岁的张阿姨最近总是半夜被渴醒，每晚要喝好几杯水，却还是口干舌燥。她原以为只是年纪大了容易缺水，谁知道体检时发现血糖高得吓人，最终确诊了糖尿病。通过控制血糖治疗后，她夜里的口干情况才明显改善。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千万不能把持续的夜间口干当成只是缺水，有时候那真是身体在向我们敲警钟。如果你最近老是半夜口干，还总想跑厕所，白天也老觉得渴，不妨测一下血糖，别让这个甜蜜负担悄悄拖垮了身体。2. 干燥综合症。有一种病非常形象，名字里就带个干字，那就是干燥综合症。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简单来说就是身体的免疫系统犯糊涂，错把唾液腺、泪腺当敌人，狠狠攻击。唾液腺一旦受损，唾液分泌就像泉水被堵住了源头，涓滴难出，于是患者会感觉嘴巴干涩，眼睛也干得像进了沙子。有的患者严重时，说话或吃块饼干都得不停喝水润喉，否则就难以下咽，生活质量大受影响。45岁的李女士最近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她这几个月总觉得嘴巴干涩，无论喝多少水都缓解不了，晚上睡觉经常干醒，白天眼睛也干痒难耐。起初她还以为是上火或更年期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症状越来越重，她去医院检查，结果被确诊为干燥综合症。所幸发现及时，经过针对性的治疗和保养，李女士的症状有所控制，生活终于慢慢回归了正常。李女士的经历提醒我们，特别是中年女性，如果出现长期难以缓解的口干眼干，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就医检查。干燥综合症就像在身体里制造了一片沙漠，口干只是开始，眼干、皮肤干、关节痛等问题也可能接踵而至。如果夜间口干，同时还老觉得眼睛发沙、视线模糊或者关节隐隐作痛，别犹豫，尽早去风湿免疫科看看，早期发现和治疗能够帮你把身体这片沙重新变回绿洲。3. 睡眠呼吸暂停症。不少人晚上睡觉打呼噜响震天，有人打趣说那是呼噜交响曲，可其实这呼噜声背后可能藏着睡眠呼吸暂停症的影子。睡眠呼吸暂停症的患者因为睡觉时反复发生呼吸暂停，身体缺氧，会不自觉张大嘴巴拼命呼吸，就这样半夜里干燥的空气直接出入口腔，每呼吸一次都带走一点水分，睡一晚下来，嘴巴湿润的唾液几乎被蒸干，留下满嘴干燥。有统计显示，约1/4的成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呼吸暂停问题，长期习惯张口呼吸，不仅夜里嘴干，时间久了还可能诱发龋齿、咽喉炎等口腔困扰。这就像夜里有个小偷，不偷别的，专偷你嘴里的水，早上醒来那种口干舌燥的感觉，仿佛在沙地里趴了一夜。更糟的是，睡眠呼吸暂停的人往往睡眠质量差，白天容易疲倦犯困，长久下去对心脏、大脑都是负担。如果你半夜总是干醒，伴随严重打鼾，白天还老觉得困倦，可能就是这个呼吸间歇的小偷在作祟。45岁的老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体型偏胖，晚上鼾声如雷，早上醒来总觉得嘴巴又苦又干，白天也是没精神。起初他不以为意，觉得打呼噜谁都有，直到一次体检时，医生建议他做睡眠监测，才发现自己的呼吸在睡梦中竟多次暂停。确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后，老王按照医生的建议努力减肥，并在睡觉时使用了辅助呼吸的机器。几个月下来，他瘦了10几斤，晚上再也不会被渴醒，白天精神状态也好多了。好消息是，通过调整睡姿、减重或者严重时借助呼吸机等方式，可以让呼吸暂停症得到控制，嘴巴干燥的情况也会随之好转。4. 甲状腺功能异常。人体有个小小的蝴蝶形腺体叫做甲状腺，它掌管着身体的新陈代谢节奏。当甲状腺出了问题，身体节奏被打乱，也会出现口干的信号。
如果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就好比身体发动机被踩了油门，一刻不停的高速运转，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像在过热，一边大量出汗，一边不停的喊渴。这类患者常常半夜口干需要喝水，同时还可能伴有心跳加速，脾气变得急躁，体重莫名下降，甚至睡觉也汗流不止。相反地，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就像发动机熄火，代谢变慢，身体仿佛被按了慢速键。甲减的人唾液腺分泌也跟着懒洋洋，嘴里没有足够唾液润滑，也会觉得干燥难耐，特别是夜里更明显。28岁的青年小刘最近就饱受夜间口干的困扰，原本体格壮实的他，近2个月却瘦了一大圈，总是动不动就出汗口渴，脾气也变得急躁。晚上睡觉他经常半夜渴醒，白天还老是心慌手抖。起初他以为是工作压力大上火了，但后来脖子都粗了一圈，这才赶紧就医。检查结果证实小刘得了甲状腺功能亢进，经过一段时间服药治疗，他体重逐渐回升，夜里口干和多汗的现象明显改善，人也恢复了往日的沉稳。小刘这才明白，原来之前身体一直像踩着油门在飞驰，难怪口干舌燥停不下来。不过不管甲亢还是甲减，一旦及时治疗，把甲状腺激素水平调整回正常轨道，夜里那烦人的口干也会慢慢缓解，就像失控的发动机终于恢复了平稳运转。5. 肾脏疾病。肾脏是身体的水泵和过滤器，负责平衡体内的水和电解质。一旦肾脏出现了问题，这台水泵的调节功能紊乱，身体的水分管理就会出状况。有些肾脏疾病，比如慢性肾功能不全，早期可能不会让你立刻感觉疼痛，但会通过一些细微的信号表现出来。夜间频繁口干就是其中一种。肾功能不好时，可能出现夜尿增多，也就是晚上要起夜好几趟。身体其实是在提示，水没留住，都便尿排掉了，结果细胞依然口渴，于是大脑发出信号让你醒来喝水。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叫尿崩症，它其实跟糖尿病没关系，而是肾脏对抗利尿激素不敏感，或者大脑分泌不足，导致尿像自来水一样止不住地排。这类患者简直是水桶不离手，白天黑夜不停喝水，上厕所稍微晚一点喝水就渴得受不了。总的来说，如果肾脏功能失衡，不管是慢性肾病还是尿崩症，身体都难以保持水分，该流的水留不住，嘴巴自然干燥。特别是半夜，你睡着了没法一直补水，干渴的感觉就更明显。65岁的刘大爷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总觉得夜里口干难耐，一晚上要起来喝水好几回，顺带上厕所的次数也增加。原本以为只是年纪大了肾功能减弱的正常现象，结果去医院一查，发现他的肾脏确实出了问题，原来是慢性肾炎导致肾功能受损。好在发现及时，通过饮食调理和药物治疗，刘大爷的肾功能基本稳定，夜里口干和夜尿多的症状也有所缓解。假如夜间口干伴随着夜尿增多、浮肿或血压异常，那就要去检查一下肾脏了，别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除了以上提到的5种主要原因，还有一些情况也会让人在夜里感到口干，比如胃酸反流会刺激食道和咽喉，让人口干口苦。再比如严重的贫血，因为血液携氧能力下降，也可能导致口腔黏膜供血不足而干燥。不过相对来说，这些因素引起夜间口干的几率没有以上几种那么常见。听了上面那么多，你可能会有些担心，半夜嘴巴干到底该怎么办？别急，除了针对具体疾病进行治疗之外，我们也有许多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让你的嘴巴在夜里重新湿润如泉。第一招，睡前适度补水，日常勤喝小口水。水是生命之源，对付夜间口干更是离不开水。这位老朋友，预防夜间口干，白天就要做好准备，不要等口渴难耐才想起喝水，那时身体其实已经缺水严重了。平时就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成年人大概每天需要2000毫升左右的水分摄入，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喝下去。特别是晚饭后1-2小时，可以适当喝些水，为睡眠储备点水库，但也不要临睡前一次灌大量水，否则半夜可能因为尿急反而睡不好。正确的方法是少量多次，比如睡前1小时喝半杯温水润润喉咙，床头也可以放一杯水，
万一半夜醒来口干，可以小口啜饮几口缓解症状。第二招，调节卧室湿度，营造舒适环境。如果卧室的空气干燥，任你唾液再多也架不住蒸发呀。很多人都有过冬天早晨嗓子又干又痛的经历，那就是空气干燥在作怪。这时候不妨在睡前用加湿器给房间增加点湿气。如果没有加湿器，也可以在房间角落放一盆清水，或者睡前用湿拖把拖一下地，都能让空气润些。湿润的空气就像给口腔戴上了一层保护膜，能大大减少水分流失。注意卧室不要太闷，睡前通风换气，让空气流通也很重要。另外，被子不要盖得让自己热出汗，室温保持在舒适的温度，这样睡觉时身体不会因为过热而口渴张嘴呼吸。第三招，鼻通气了，嘴巴才能休息。养成用鼻子呼吸的习惯是保护口腔湿润的关键。有人天生鼻腔容易堵，或者有慢性鼻炎，导致睡觉时不得不张嘴吸气。如果你有这方面困扰，可以在睡前用温盐水轻轻清洗鼻腔，或者用医生推荐的鼻喷剂减轻鼻黏膜肿胀。鼻子通气了，睡觉时就能闭上嘴巴安静呼吸，口腔水分就不会被呼吸带走。还有些人平时没有鼻炎，但睡姿不好，仰着头睡也容易张口，可以尝试调整睡姿，例如侧睡可以减轻打鼾和张口呼吸的概率。现在有一种流行的小技巧，有人睡觉会在嘴唇贴一小块透气胶带，强制让自己用鼻子呼吸。不过这个方法因人而异，使用前最好确认自己鼻子真的通畅。不管怎样，记住，鼻子是加湿器，嘴巴只是通风口。白天也可以多练习鼻吸口呼的节奏，慢慢让身体习惯鼻呼吸的方式。第四招，改善生活习惯，远离干燥诱因。有时候半夜口干是自己生活中一些小马虎导致的，比如有的人睡前喜欢来一杯小酒，觉得能睡得香，但酒精会让身体脱水，也会令呼吸道变得干燥。再比如有人临睡前忍不住抽一支烟，烟雾的刺激让口腔黏膜像被火燎过一样，更加干涩难受。睡前喝浓茶或咖啡提神就更别提了，既让你睡不着，又让你口干舌燥。总之，晚上尽量避免饮酒和含咖啡因的饮料，戒烟也是保护口腔湿润的重要一步。另外，晚餐不要吃得太咸太辣，这些重口味会让你一直口渴，也别吃得过饱，过饱可能导致胃食管反流，胃酸跑上来不仅烧心还刺激咽喉，让嘴巴感觉又苦又干。第五招，养护口腔健康，利用小工具。一个健康清洁的口腔更能维持湿润的环境。每天早晚认真刷牙，睡前尤其要清洁口腔，避免食物残渣让嘴巴更干和产生异味。市面上有些专为缓解口干的无酒精漱口水、含氟牙膏，可以尝试使用。含酒精的漱口水就别用了，那只会越漱越干。白天如果口干明显，可以嚼一嚼无糖口香糖，或含一片无糖润喉糖，刺激唾液分泌，让口腔湿润起来。不过夜间睡觉就不要嚼东西，以免发生危险。如果经常觉得嘴唇干裂，可以在睡前涂点润唇膏，保护唇部不干裂。对于严重的口干患者，药店也有人工唾液喷雾或凝胶，可以睡前喷一喷，像给口腔打一层持久的水润涂层。这些小工具和产品就像口腔的加湿帮手，用对了能让你睡觉舒适不少。另外，别忘了定期看牙医检查口腔，毕竟口干的人更容易出现蛀牙等问题，及早防范才能确保口腔健康。第六招，定期检查身体，对症下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找出并解决引起口干的根本原因。如果半夜口干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检查血糖，看看有没有糖尿病，抽血，看看免疫指标有没有干燥综合症的迹象，也可能让你做个睡眠监测，排查睡眠呼吸暂停，或者验血验尿，评估甲状腺和肾脏功能。找到幕后真凶后，针对疾病进行治疗，夜间口干才能真正得到改善。如果查明是药物副作用导致口干，也可以请医生调整药物种类或剂量来减轻症状。比如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后，口干会减轻，甲状腺功能紊乱纠正了，新陈代谢正常了，夜里也不会老是渴醒，
干燥综合症有药物可以帮助调节免疫和缓解症状。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用上助眠呼吸器或减肥后打呼噜减轻，嘴也不那么干了。肾病患者遵照医嘱保养肾脏功能，身体水分平衡稳了，自然不再三更半夜被渴醒。在这个信息纷杂的时代，一个小小的半夜口干症状，或许就是身体寄来的重要信件。我们不需要闻风丧胆，但也不能一笑置之。正确的做法是倾听身体的声音，先从简单的生活方式入手调整，如果问题依旧，再寻求医生的帮助。这样我们就能既避免草结冰，又不错过早期预警。深夜醒来的那一刻，你的嘴巴也许干得像一片沙漠，但请记住，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沙漠变成绿洲。从日常多喝水，改善睡眠环境，到关注自身健康，排查潜在疾病，每一步都是在为自己的身体蓄水护航。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进窗台，你再也不会因为口干而疲惫不堪，可以精神饱满地迎接新的一天。你的身体会感谢你昨夜细心的照料，而你也将拥有更加香甜的美梦。夜半口干不再偷偷扰乱你的梦境，而将成为过去的一个小插曲。安心入睡吧，让健康与水分守护你的每一个夜晚。希望每个人都能摆脱半夜口干的困扰，让每一夜的睡眠都滋润香甜。相信吗？有些人第一次走进肾脏科诊间，就被医生宣判要终身洗肾，听起来像噩梦，但这是真人真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案例背后的故事和知识。想象一下，某天早晨，一位上班族张先生醒来时，觉得全身无力，喉咙痛。他以为只是小感冒，打算看个医生拿点药。结果到了医院，医生皱着眉头问他：你最近是不是常常疲倦？呼吸闻起来有股氨水味，知道吗？张先生这才发现自己身上竟散发出类似尿骚的异味，脸色也灰白。更糟的是，检验结果显示他的肾功能已经跌到谷底，慢性肾衰竭第5期。医生当场宣布，你需要立刻开始洗肾。张先生完全傻眼，早上出门前他还以为自己感冒，晚上回家却成了一名洗肾病人，这听上去十分震撼。可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肾脏科名医洪永祥医生就曾感叹，如果病人出现症状再来看诊，往往已经来不及了。他指出，在他接诊的患者中，有大约1/5的人属于这种第一次看诊就得洗肾的状况。这些病人平时毫无察觉，等到身体发出明确求救信号时，一查竟然是末期肾衰竭，需要终身透析维持生命。台湾因为洗肾患者特别多，甚至被称为洗肾王国，约有10万人靠洗肾生存。究竟是哪些原因让这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把肾脏拖垮？我们是不是也可能成为下一个不知不觉患者？接下来就让我们从头开始揭开肾脏的神秘面纱，避免重蹈覆辙。肾脏到底有多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有2个肾脏，位于后腰靠上的位置，形状像2颗红豆。别看它们个头不大，每个肾脏大概巴掌大小，重量不到半斤，却是身体里的顶级清道夫和化学实验室。肾脏的功能包括过滤血液、制造尿液，将身体代谢废物和毒素排出体外。同时，肾脏还负责调节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平衡，就像身体的水库和盐量调控阀。你喝水多了，肾脏加班把多余的水分排出去；盐吃太多，肾脏努力把过剩的钠排掉，维持血压稳定。此外，肾脏还悄悄扮演着内分泌器官的角色，它分泌红血球生成素 EPO， 让骨髓制造红血球，分泌激素调节血压，如肾素，还参与活化维生素 D， 帮助骨骼健康。可以说，肾脏是默默守护我们健康的多面手。肾脏这么忙碌又这么重要，可偏偏它还是个默默无闻的老黄牛，不太会主动喊痛。一开始肾功能受损时，身体往往没有明显感觉。为什么？因为肾脏有惊人的隐忍和后备容量，一般人哪怕失去一半的肾功能，都可能毫无症状，日常生活如常。这就像一辆公交车的引擎坏了2-3个气缸，但因为还有其他气缸工作，车子仍然能跑，只是性能下降你没注意到。而等到你感觉不对劲时，往往是肾功能已经严重下降，健康大厦开始摇摇欲坠了。
慢性肾病的发生通常和我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慢性病密切相关。最头号的元凶之一是糖尿病，长期血糖过高会损伤全身的微血管，其中肾脏的肾小球就是受害者。如果把肾脏比作一台精密的滤水器，糖尿病就像不断往滤膜上倒糖浆，时间久了，滤膜变硬变厚，滤孔堵塞，导致过滤功能下降。在台湾的洗肾患者中，近一半，约 46%是糖尿病所导致的肾衰竭，尤其对于东亚人，有些遗传基因让糖尿病更容易攻击肾脏。洪医生提到，第二型糖尿病有数百种基因变异，不同基因影响的器官不同。东方人常见的一种基因型，特别容易伤害肾脏的微血管，让肾小球严重受损。相对而言，欧美人的糖尿病并不一定以肾衰竭为主要并发症，更常见的是周边神经受损、腿脚麻木。第二大杀手是高血压，高压的血液长期冲击肾脏细小血管，就像水管里水压过高，时间久了，管壁会破损漏水。同样道理，肾脏的过滤单元会逐渐硬化，功能下降。高血压和糖尿病常常联手出现，都在悄悄伤肾。如果同时存在，无疑雪上加霜。此外，高尿酸和痛风、肥胖导致的代谢综合征也会增加肾脏负担。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如高盐、高糖、高油饮食，正在慢慢侵蚀我们的肾。现代人爱吃精致加工食品，喝含糖饮料，这些习惯让三高提早找上门，也间接把肾脏推向危险境地。除了这些慢性病，不当使用药物也是常见肾病成因之一。在被忽视的肾脏杀手中，滥用止痛药是很突出的问题。许多人有头痛、腰酸就频繁吃止痛药，比如常见的非甾体抗炎止痛药，长期不按医嘱服用，这类药物会损伤肾脏的过滤结构，造成慢性肾小管间质损害。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成药、中草药偏方，可能含有伤肾的成分，比如马兜铃酸就是臭名昭著的伤肾物质，吃了反而悄悄毁坏肾功能。曾经有喜欢偏方养生的病患自以为补肾，结果补出尿毒症的惨剧。简而言之，任何药都不能乱吃，长期过量使用都会给肾脏增加负担。平时我们甚至要留意一些隐形的威胁，像是滥用保健品、减肥药，甚至长期大量喝极高蛋白的健身代餐等，都可能超出肾脏的处理能力。你可能会问，如果肾脏受损这么严重，身体难道一点信号都没有吗？其实，早期症状非常不明显，但并非毫无征兆，只是容易被忽视。一旦进入肾病第3、第4期，身体可能开始发出一些求救信号。洪医生总结了一个简洁的口诀：泡、水、高、贫、倦。这5个字分别代表5大警讯。尿液出现许多泡沫，身体水肿，血压升高，贫血，容易疲倦，这些症状其实都是肾功能下降后的典型表现。比如说，尿液很多泡沫，可能是蛋白质漏出到了尿里；清晨眼皮、脚踝浮肿，表示体内水分排不出去；血压莫名升高，说明肾脏调节血压的功能失常；贫血和疲倦则由于肾脏不能制造足够红血球，身体毒素又堆积，让人无精打采。只不过这些症状在出现初期常被误以为是其他问题，泡沫尿可能被当成憋久了或马桶清洁剂所致，水肿被当成熬夜或吃咸了，疲倦贫血以为是工作太累，往往就这么混过去了。除了泡、水、高、贫、倦这5大信号，其实肾脏病还有5个容易被忽略的症状。第一，夜尿增多。如果你晚上频繁起夜小便，甚至每晚2、3次，可能不是喝水多这么简单，肾浓缩尿液的能力下降了。第二，抽筋。经常半夜小腿抽筋，可能和电解质钙磷失衡有关。第三，皮肤瘙痒变黑。慢性肾衰竭会让肤色变得晦暗，皮肤瘙痒难耐，这是毒素累积导致的代谢紊乱。第四，气喘胸闷。肾不好时，水分可能潴留在肺，引起气喘，或是贫血导致供氧不足，让人稍一活动就胸闷气短。第五，恶心呕吐。毒素累积到一定程度，会让人食欲不振，反胃想吐，特别是早晨刷牙时容易干呕。洪医生提醒，如果上述10种症状里
已同时中招了3种以上，那真的要提高警觉，应尽快去看肾脏科，别等病情雪崩了才重视。遗憾的是，不少人平常完全没有留意这些信号，直到身体吃不消了才就医，这就导致了像开头张先生那样的悲剧结果。他们可能长期患有糖尿病或高血压，却觉得自己没感觉不舒服就疏于控制，或者从不做健康检查，不知道肾功能早已在下滑，又或者就算体检报告上肾功能数值临界但没标红字，他们也心存侥幸，不痛不痒，应该没事吧。肾脏的沉默往往欺骗了我们，当症状明显时，肾功能常已不到正常的1/10。洪医生透露，大约 20% 的肾病患者因为没定期检查，首次就诊时已是肾衰竭末期，这类人被称为不知不觉者。换句话说，这些患者的肾病并不是一天内突然发生，而是可能已经潜伏发展了10几年，只是他们完全没有察觉或者没有重视那些蛛丝马迹。当他们终于走进诊间，等待他们的不是开点药那么简单，而是一张长期洗肾的终身饭票。当肾脏功能衰竭到无法维持人体需要时，医生会建议开始透析治疗，俗称洗肾。洗肾并不是字面意思拿水去洗你的肾脏，而是一种用医学设备替代肾脏工作的方法。正常肾脏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过滤血液，而透析则是在特定时间用人工方式清除血液中的废物和多余水分。目前主要有2种透析方式，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血液透析最常见，通常每周需要做2到3次。患者手臂上会建立一个动静脉漏管，就像在血管上造了个高速公路的接口，每次透析时连接到透析机，把血液引出体外，通过透析器的薄膜过滤废物，再把干净的血液输回体内。想象一下，就是让血液在体外绕一圈，经过一台人工肾装置把脏东西滤掉，整个过程一般要花4个小时左右。另一种是腹膜透析，在患者腹腔内放置一根导管，利用腹膜作为天然的过滤膜，每天灌入特殊的透析液到腹腔，透析液会吸收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几小时后再把含废物的液体排出，如此循环。腹膜透析通常患者可以在家里每天自行进行，比较自由，但需要良好的清洁习惯避免感染。无论哪种方式，透析的原理带受损的肾脏清洁血液。听起来透析很折腾人，确实洗肾对生活有不小的影响。一旦开始长期透析治疗，患者就得安排固定的时间去洗肾中心报到。腹膜透析则要每天自行换液，生活节奏必须配合治疗。很多病人每周花约12小时在透析机旁，非常消磨时间。不仅如此，透析患者在饮食上也有诸多限制，水不能喝太多，因为肾脏排不出水，全靠机器每次有限地脱水。钾、磷等矿物质含量高的食物，像香蕉、坚果、深绿叶菜等也要限制，否则可能引发心脏危险。可以说，透析让人犹如背负一个沉重的隐形水桶，时时刻刻得注意别让毒素和水在身体里积太多。由于这些原因，不少人一听到要洗肾，心理压力非常大，甚至产生对洗肾的误解和恐惧。有的人觉得洗肾等于被判了死刑，认为一上了机器人，生就彻底没质量了。其实并非如此，现代医疗下，透析患者只要配合治疗，仍可以维持相对正常的生活。很多人透析多年依然上班工作，甚至有人完成马拉松、爬山等运动，只是需要更周全的规划和照顾身体。另一个误区是，有些患者以为透析过程很痛苦难忍，其实透析本身并不会带来剧烈疼痛，除了刚插针时有些痛感，更多的不适来自透析后的疲劳，或者偶尔因血压波动造成的头晕，但医疗团队会调整透析方案，尽量减轻这些副作用。也有人担心，一旦开始洗肾就停不下来，越洗越糟糕。事实上，对于进入末期肾衰竭的人来说，透析是维持生命的必要手段，停止透析反而会让身体迅速被毒素拖垮。当然，如果是急性肾损伤导致的短暂透析，有可能肾功能恢复后停机，但对绝大多数慢性肾衰竭患者来说，除非有机会接受肾脏移植，也就是换肾，
否则透析确实需要一直持续下去。不过，这并不代表人生就没有希望。许多洗肾患者都把换肾视为终极目标，如果能等到合适的肾源，或者有亲属愿意捐肾，移植手术成功后就能摆脱透析机，重获新生。但肾源稀少，等待时间长，所以大部分患者还是需要在透析维持阶段好好生活。慢性肾病往往需要多年才会走到肾衰竭那一步，我们就有机会在上半场把它拦截，免得加时赛才来收拾残局。普罗大众如何预防慢性肾脏病进展为肾衰竭呢？归纳起来无非两大方向：控制风险因素和定期监测，早发现。如果你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痛风等慢性病，一定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将血糖、血压、尿酸等控制在目标范围。就拿糖尿病来说，保持良好的血糖控制，比如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 以下，可以大幅降低糖尿病肾病的发生风险。高血压患者遵医嘱按时吃降压药，把血压维持在合理水平，一般130/130左右，或医生建议的目标，也是保护肾脏的关键措施。对于三高前期人群，比如有代谢综合征、肥胖者，生活方式的调整可以有效预防肾脏受累。饮食上要注意减少盐分和糖分摄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天食盐不超过5克，可很多人口味重，一碗牛肉面汤的盐就爆表了。过咸的饮食不仅升高血压，也直接加重肾脏负担。糖分则隐藏在各式饮料、甜点中，现代人奶茶、可乐喝不停，这也是糖尿病提早上门的原因之一。试着以白开水或茶替代含糖饮料，既解渴又不给肾脏增加压力。除了管住嘴，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戒烟限酒，适度运动，保持健康体重，这些老生常谈的建议对肾脏同样有益。千万别以为肾不好不能运动，其实轻中度的有氧运动对大部分肾友是有帮助的。相反，不运动，肥胖会让肾病风险更高。还有一个日常小习惯很关键，不要憋尿。很多上班族为了工作忙或嫌上厕所麻烦，长时间忍着不去小便，这对肾脏和膀胱都不好，容易引发泌尿道感染，严重的话可能上行影响肾脏。所以有尿意还是尽早解决，别让毒素在膀胱里停留太久。再来要强调用药安全，避免滥用药物和保健品。所有药物包括中药，最好都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使用，不要自己当医生，长期吃止痛药、消炎药，也不要轻信所谓排毒养肾的偏方或保健品。这些来路不明的神药可能让你一时觉得精神倍增，但暗地里却可能正在损毁你的肾单位。定期体检和留意身体变化是早期发现肾脏问题的关键。一般建议每年做一次健康检查，其中最好包含肾功能相关项目。血液检查方面要关注2个重要指标：血清肌酐和肾小球滤过率 GFR。 肌酐偏高说明肾脏滤过变差， GFR 值则直接告诉你肾功能剩余百分比。很多人拿到报告只看有没有标红字，其实即使在正常范围内，数值的趋势也值得注意。如果你的 GFR 比去年下降了，比如从90降到70，虽然还没低到标红，你也需要留心肾功能正在走下坡，检讨生活习惯并进一步检查。另外，尿液检查同样重要，常规尿检可以发现尿蛋白、潜血等异常，是肾病早期最敏感的信号之一。有些人嫌验尿麻烦就不做，那可不行。尤其糖尿病患者，每年一定要做微量白蛋白尿检查，因为糖尿病肾病最早就是从微量蛋白尿开始的。早一点发现尿里有蛋白，就可以通过药物和控制血糖，把肾病扼杀在萌芽阶段。有人觉得我才30几岁，肾病是老年人才得的吧？其实不然，很多肾脏病，像 IgA 肾病、红斑狼疮肾炎，好发于青年人。年轻人也可能因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过早出现高血压、糖尿病，所以任何年龄都不能掉以轻心。也有人听信偏方，说什么提前吃保护肾脏的饮食，防止肾病。结果一问，所谓保护肾饮食，就是过度限制蛋白质，忌这忌那。正常人不需要吃肾病饮食。洪医生强调，坊间流传的肾病饮食其实是为肾功能不全的病人设计的。
非常刻板，而且营养并不全面。健康人若照着吃，反而可能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得不偿失。真正健康的饮食应该是6大营养均衡，适量摄取优质蛋白，而不是盲目模仿病人的食谱。还有一个常见误解，尿液越清澈越健康。一般来说，尿色清淡说明水分摄取充足，但如果一个人长期尿色像白水，尿量又特别多，反而可能是肾浓缩功能变差的表现。尤其在慢性肾病晚期，许多患者尿液变得又清又多，可别以为是好事，那往往是肾脏已经无法正常滤出毒素，只剩下排水功能的结果。所以不能光看尿的颜色就判断肾好坏。聊了这么多，可能有人开始忧心忡忡，我的腰有时候酸，是不是肾不好？其实大部分腰酸背痛都是肌肉或骨骼问题，肾脏本身出毛病通常不会直接痛，肾结石或肾感染除外，它们会引起剧烈腰痛。但如果你有上述高危因素或症状，还是及早做个检查安心。关键在于掌握知识，适度警惕。肾脏虽然脆弱，但也是可以呵护和保养的。洪医生分享过一个既舒服又有效的妙招，泡温水澡或泡温泉，这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吧？日本有研究发现，经常泡温泉的老年人，高血压的发生率较低，平均血压也比不泡温泉的人低一些。原来泡温热水可以促进全身微血管循环，出汗时排出一部分代谢废物，并且让人身心放松，减少压力荷尔蒙，对肾脏的血流供应和功能都有帮助。不过泡温泉也有注意事项，水温不要太高太烫，水温最好控制在38到42摄氏度左右，避免过度刺激。泡汤前先补充一杯水，防止出汗过多造成脱水。如果正处于发烧、伤口感染或肾炎急性发作期，就暂缓泡澡，以免加重负担。而正在透析的患者，刚洗完肾，身体比较虚弱，也不宜立刻泡温泉，最好隔天再进行。而且泡汤时间以15分钟为宜，不要过长。说到底，照顾肾脏没有什么灵丹妙药，靠的是平时一点一滴的正确习惯和警觉。最后，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开头的故事。那位以为感冒的张先生，如果能在前几年每年体检时注意到血压、血糖逐年升高，尿检出现蛋白，也许他本可以提前发现肾功能在恶化，及早介入治疗，就不至于猝不及防的被推上透析机。也许他少喝几杯含糖饮料，管住嘴，减点重，多运动来改善代谢问题，他的肾还能再陪伴他多年。所幸张先生开始透析后并没有放弃生活，他调整心态，积极配合治疗，同时努力控制饮食和血压血糖，希望有朝一日能等到换肾的机会。对于我们广大观众来说，更应该引以为戒，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想起肾脏的重要。今天聊了这么多，你是否对默默工作的肾脏有了新的认识？希望我们都不要成为那个第一次看诊就得洗肾的不知不觉的人。现在就行动起来吧，关爱自己的肾脏，从日常小细节做起。毕竟身体发出的微弱讯号都是在提醒我们，嘿，我的肾还好吗？记住，守护肾脏健康，就是在守护未来的自己。请大家想象一下，有一种食物正悄悄在摧毁我们的健康，它就是发炎食物。它看似寻常，却一步步破坏着我们体内那群重要的小家伙。肠道菌群引发各种慢性疾病，更可怕的是，我们许多人每天都在心甘情愿地吃下它，还以为它无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隐藏在日常饮食中的肠道杀手的真面目，以及如何通过自然疗法来扭转乾坤，重拾健康。什么是发炎性食物？简单来说，发炎性食物就是指那些会在体内引起慢性发炎反应的食物。发炎本身其实是身体的防御机制，例如当你受伤或感染时，发炎反应会动员免疫细胞来对抗外敌，这是一种急性的、短暂的发炎，有助于痊愈。然而，如果这种发炎反应长期存在，变成慢性发炎，情况就不妙了。想象一下，身体里有一团不灭的火苗，持续的灼烧组织器官，日积月累下来，就会导致各种疾病。而某些食物就像点燃这团火的火种，不断添加燃料，使得发炎长期存在。我们把这类容易引起慢性发炎的食物称为
发炎性食物。很多慢性疾病的背后都有慢性发炎的影子，例如心血管疾病、第二型糖尿病、关节炎，甚至某些癌症和失智症都与慢性发炎有关。所以，控制慢性发炎对维持健康至关重要。而控制发炎的一大关键就是管住我们的嘴，远离那些发炎性食物。在探讨发炎性食物时，我们一定要认识身体里一个重要的隐形器官——肠道菌群。你或许听过，人体肠道内住着上百兆个细菌，它们组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被称为肠道菌群。这些菌群平时默默无闻，却对健康至关重要。它们帮助消化食物，制造维生素，并与免疫系统合作，保护我们免受有害菌的侵袭。健康平衡的肠道菌群就像一个和谐的社区，益菌是守护者，坏菌则被控制在少数，不兴风作浪。然而，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坏菌势力壮大，就会带来麻烦。那么，发炎性食物和肠道菌群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很多发炎性食物的破坏力不仅在于它们引发发炎，还在于它们会扰乱肠道菌群的平衡。换句话说，发炎性食物往往是肠道菌群的天敌。当我们吃下这些食物时，肠道里有益的细菌可能受到打击，而有害的细菌和酵母则乘机繁殖，导致菌群失衡。我们的肠道内壁犹如身体与外界的边境，如果益菌不足，坏菌猖獗，这层保护墙就会变得脆弱，出现所谓的肠漏，也就是肠道通透性增加。结果，各种不该进入血液的有害物质趁虚而入，免疫系统见状如临大敌，再次引发全身的发炎反应。如此恶性循环，身体怎能不出问题？听起来很可怕吧？那么究竟哪些是凶手级的发炎性食物，以至于被誉为发炎之王呢？其实你一定不陌生，这些食物就在我们每天的餐桌、办公室、零食甚至饮料中，让我们一一揭晓。首先，精制糖绝对榜上有名，白砂糖、玉米糖浆、高果糖浆，这些精致的甜味剂无处不在，从糕点、饼干、含糖饮料到各种酱料，无所不包。为什么说糖是发炎的火药？当我们摄入过多糖分时，血糖急剧升高，迫使胰岛素大量分泌来降低血糖。长期高糖饮食会导致胰岛素抵抗，也就是细胞对胰岛素麻木了，血糖经常维持在高位。高血糖环境会损伤血管内壁，引发发炎反应。同时，糖分子还会与蛋白质结合，形成有害的糖化中产物，它们如同铁锈般损伤细胞，并刺激发炎。此外，糖是坏菌和酵母最爱的养料之一，吃太多糖就像在肠道里给有害菌开宴会，益菌却挨饿受冻。研究发现，高糖饮食会降低肠道有益菌的多样性，增加有害菌比例，使肠道菌群组成失衡，进而引发发炎。难怪有人把精制糖称为甜蜜的毒药，它带来短暂的快感，却悄悄点燃慢性发炎的导火索。接下来，反式脂肪堪称发炎食物中的重磅炸弹。反式脂肪主要存在于各种油炸食品、糕点、酥皮、氢化植物奶油、人造奶油等加工食品中。20世纪初，人们发明氢化油来延长保存期限，没想到也制造出健康杀手。反式脂肪分子结构异常稳定，体内难以分解，会沉积在细胞膜上，使细胞膜变得僵硬，功能失调。它不但直接引发发炎反应，还会干扰胰岛素功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反式脂肪的危害，纷纷立法限制甚至禁止。但遗憾的是，在一些糕饼和油炸零食中，反式脂肪依然潜伏。想象一下，当你咬下一口香酥的油炸甜甜圈，那诱人的口感背后可能藏着反式脂肪的阴影。这些反式脂肪进入肠道，也会影响菌群。有研究指出，高反式脂肪饮食会削弱益生菌的生长，诱发肠道发炎。它就像在肠道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一点点侵蚀你的健康。还有一类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发炎推手，那就是某些植物油。你或许会惊讶，植物油不是一直被宣传为健康的，比猪油、牛油更好的选择吗？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并非所有植物油都不好。但现代饮食中某些高度精致的植物油，
特别是富含欧米伽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油，例如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等，摄入过量反而可能促进发炎。原因在于 Omega-6 脂肪酸在体内会转化为某些促发炎的分子，适量的 Omega-6 是必须的，但现代人饮食中的 Omega-6 与 Omega-3 比例严重失衡，我们的祖先可能是1:1或2:1的比例，而今天很多人达到了20:1甚至更高的比例， Omega-6 远远过剩， Omega-3 却严重不足。这就好比体内的发炎开关被打开而难以关闭。更糟的是，这些油往往被反复加热用来煎炸，产生氧化物和自由基，进一步刺激发炎。当这些不稳定的分子进入肠道，会损伤肠道细胞和黏膜，并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在这种环境下如鱼得水，益菌则节节败退。虽然植物油源自植物，名字听起来很天然无害，但过量食用某些精制植物油实际上成了现代人饮食中隐蔽的肠道杀手之一。再来看看加工肉品，熏火腿、培根、香肠、热狗，这些经过腌制、熏制或添加防腐剂的肉类产品也是发炎性食物的常客。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15年就将加工肉品列为1级致癌物，部分原因正是它与消化道癌症和慢性发炎有关。加工肉通常含有高盐、高饱和脂肪，还有亚硝酸盐等添加剂。亚硝酸盐在体内可能转化为亚硝胺等致癌物质，刺激肠道，引发发炎。同时，加工肉在高温烹调或熏制过程中会产生多环芳香烃等致癌物，也会损害肠道细胞。肠道菌群面对这些化学攻击，有益菌很难招架。更有研究发现，大量食用红肉和加工肉的人，其肠道内某些会产生有害代谢物的细菌比例更高，比如这些细菌可以把红肉中的物质转化为促发炎的化合物，增加心脏病风险。所以，当你早晨来根培根，午餐夹几片火腿，可能无形中已给肠道增加了负担，打响了一场发炎的战争。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全球第1名发炎食物到底是哪一个？糖、反式脂肪、植物油、加工肉，每一个都罪状累累，难分伯仲。事实上，真正可怕的是现代的超加工食品，往往结合了这所有的坏处于一身。想想披萨、汉堡、炸鸡、薯片、蛋糕、汽水，这些深受喜爱的食品，是不是同时含有大量的精制淀粉和糖、劣质油脂、添加剂，甚至还可能残留农药，例如种植谷物和豆类时使用的除草剂。这些超加工食品简直是发炎大杂烩。因此，如果要选出发炎，恐怕非超加工食品莫属。它们组成了现代饮食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也是让无数人陷入慢性发炎泥淖的元凶。与其说是哪一种食物第1名，不如说是我们对加工垃圾食品的沉迷登上了发炎榜的冠军宝座。让我们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来理解，想象你的肠道是一座繁华的生态城堡，里面住着各式各样的居民，肠道细菌。有些是勤勉善良的居民，也就是益菌，帮忙维持城堡的清洁和安全；也有少数不安分的居民，就是坏菌，时刻想惹是生非。但在正常情况下，善良居民占优势，城堡和谐运转。一旦你开始大量吃前面提到的那些发炎性食物，相当于给坏居民送去大批免费的武器和粮草，给好居民泼下毒药和绊脚石。城堡内部开始动荡，坏菌们拿着糖当能量，疯狂繁殖。反式脂肪和氧化的劣质油犹如在城墙上打出一个个洞，它们破坏了肠道黏膜这道防线，有益菌大片阵亡或饿死，坏菌乘势攻城略地，最终城堡沦陷，肠道屏障变得漏洞百出。当肠道菌群失衡到一定程度，灾难效应就不局限在肠道内了。坏菌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毒素和促发炎物质，比如脂多糖等，趁着肠道屏障的破损溜进血液，这些不速之客到达身体各处，引发免疫系统全面警戒，全身范围的慢性发炎就此展开。这种慢性发炎状态可能表现为肠道不适，例如腹胀腹痛，或肠道时而腹泻时而便秘，也可能没有明显肠道症状，而是体现在其他地方，如反复的皮肤过敏、莫名的关节酸痛、疲劳、情绪低落等等。长期下来，更严重的慢性疾病开始浮现，
可以说，肠道菌群失衡是许多慢性病的开端。让我们看看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位大学生接受了一项有趣的实验，连续10天只吃某速食连锁店的餐点，结果仅10天后，他肠道里的有益菌种类就锐减了将近一半。研究这个案例的科学家惊呼，短短的垃圾食物暴饮暴食，竟然把多年建立的肠道生态系统摧毁得体无完肤。这位年轻人也明显感觉到身体和精神状态变差，变得疲惫，注意力难以集中，心情低落。虽然之后停止实验，恢复健康饮食，他的肠道菌群逐渐好转，但这次教训让人深刻体会到发炎性食物对肠道菌的杀伤力有多么强大。别忘了，许多人日常饮食就几乎是这种实验的慢版本。也许没有每餐都吃汉堡薯条，但天天来一杯奶茶配蛋糕，常常打开一包薯片，看似不多，累积起来已足以让肠道菌叫苦连天。当肠道这个大本营失守后，身体各系统会响起警报，纷纷受到影响。我们来聊聊其中几个明显的领域。你可能听过肠脑轴线这个词，意思是肠道和大脑之间有密切的双向联系。肠道菌群被称为第二大脑，因为它们能产生多种神经递质，比如让人愉快放松的血清素，有相当比例就是肠道菌制造的。如果益菌被大批消灭，制造血清素等快乐分子的工厂停工了，人的情绪自然会受影响。难怪有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失衡的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反过来，当我们紧张、压力大时，大肠也会跟着弯起腰，这是肠脑之间在对话。因此，照顾好肠道，其实也是在照顾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如果你经常觉得心烦易怒、郁郁寡欢，也许该检视一下自己的饮食是否让肠道菌失衡了呢？有句话叫70%免疫在肠道，虽不完全精确，但道理没错。肠道黏膜和那海量的菌群一起，构成了人体最重要的免疫防线之一。益生菌就像训练有素的保安，教导免疫细胞哪些是敌人，哪些是朋友，维持免疫系统的平衡。如果益菌垮台，坏菌横行，免疫系统不是被过度刺激，就是反应迟钝。不少研究指出，包括发炎性肠病、类风湿关节炎，甚至第2型糖尿病在内的疾病，都和肠道菌群失衡引发的免疫失调有关。换句话说，一个不健康的肠道环境会让我们更容易生病，防御力下降，同时也更容易对本来无害的东西产生过敏反应。由此可见，维持肠道菌平衡是促进免疫健康的基石。你是否有朋友怎么吃都不胖，而有些人喝水都长肉？除了基因差异，肠道菌群可能也是幕后推手之一。人体内的细菌种类繁多，不同菌群对食物的分解利用率不同。有的细菌能从食物中榨取更多热量，产生的代谢物还会让我们储存更多脂肪，而有的菌则帮助我们排出多余能量。当发炎性食物导致坏菌占上风时，往往会增加那种催胖菌群的比例。研究人员曾做过令人瞠目结舌的试验，将一个肥胖者肠道中的菌群移植到瘦小鼠体内。不久后，这只原本苗条的老鼠居然开始发胖。可见不健康的菌群组合能影响人体对能量的吸收和脂肪的累积。同时，肠道菌群失衡还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干扰荷尔蒙分泌，导致代谢综合征的风险上升。换句话说，如果肠道菌失衡，人可能更容易发胖，更难减重，还可能伴随血脂、血糖异常等问题。因此，想要管理体重和代谢，除了算卡路里、运动，别忘了养菌，培养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生态。听到这里，你也许有些心惊，原来一块蛋糕、一包洋芋片的杀伤力这么强，那我们是不是无可救药了呢？别担心，好消息是自然疗法可以帮助我们扭转乾坤，把失衡的肠道菌拉回正轨，扑灭体内的慢性火苗。重点在于2个字：调养，也就是调整饮食，加以适当的滋养和疗愈。接下来，让我们深入探讨几种切实可行的自然疗法，从饮食到生活习惯，全方位助我们重建健康。这是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发炎的源头，停止火上浇油。具体来说，就是尽量减少前面提到的那些发炎性食物的摄入，少吃精制糖、
把含糖饮料换成白开水或无糖茶饮，甜点蛋糕能不吃就不吃，想解馋也选择低糖，用水果天然甜味替代的点心，远离反式脂肪和不良油脂。选购食品时仔细看看标签，有部分氢化油字样的就放回架上。烹调油选择稳定的油脂，如橄榄油、茶油、椰子油或酥油，少用反复高温油炸的方式。加工肉类也要减少，把培根、火腿留到特殊场合偶尔享用，日常多用新鲜肉类替代。当然，不光是减少坏食物，还要增加抗发炎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坚果、全谷杂粮、鱼类等富含 Omega-3 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的天然食物。这些食物提供纤维和植化素，能帮助养育好的肠道菌，并直接协助降低发炎反应。例如，深海鱼富含的 Omega-3 可以帮助关闭发炎开关，绿色蔬菜和莓果富含的抗氧化物能中和自由基，减轻发炎损伤。饮食调整不是一朝一夕的魔法，但持之以恒会给你的身体换血，曾经浑浊的内环境会慢慢清澈起来，发炎指标下降，肠道菌群也会开始恢复元气。调整饮食相当于断粮坏菌，供养好菌。但如果好的菌种已经所剩无几，我们还需要主动补充原菌，这就是益生菌派上用场的地方。益生菌简单说就是对我们有益的活菌，常见的如乳酸菌、双歧杆菌等。市面上有各种益生菌补充剂以及添加益生菌的食物，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选购信誉良好的益生菌产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服用。益生菌就像给肠道注入新兵，帮助重建防线。但要注意，益生菌补充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持续摄取，并且要配合上述饮食调整才能扎根，否则你一边吃益生菌胶囊，一边狂饮可乐，猛吃炸鸡，益生菌80%是定居不下来的。另外，每个人的肠道环境不同，适合的菌株也可能不一样，不妨多尝试几种品牌或配方，找到对自己有效的。益生菌的好处不只在于帮助消化，它们还能与免疫系统协调，抑制坏菌生长，并产生一些抗发炎物质，例如短链脂肪酸，滋养肠道细胞。当你的肠道充满友善的益生菌士兵时，整体防御力自然大大提升，发炎的火苗也会逐渐减弱。提到益生菌，就不能不提自然界最古老、最美味的益生菌来源——发酵食物。早在冰箱出现之前，人类就学会用发酵来保存食物，结果阴差阳错造就了一批对健康有益的美味，例如酸菜、泡菜、味噌、酱油、优格、起司、康普茶等等，都是通过微生物发酵而得。发酵过程中，微生物不仅产生酸味，提升风味，还大量繁殖，成为我们吃下肚的益生菌。把发酵食品融入日常饮食，是一种简单又经济的养菌方式。吃一碗天然发酵的优格或几口韩式泡菜，就等于吞下亿万计的有益活菌，直接送达肠道，在那里安家落户，对抗坏菌。不仅如此，发酵食品还含有发酵产物，比如有机酸、酵素和维生素 B 群，这些物质能帮助消化，降低肠道的酸碱值，使坏菌不易滋生，并为肠道细胞提供营养。当然，选择发酵食品要注意尽量挑选传统工艺，不含防腐剂的，比如买酸奶就选无糖，含活性菌的原味优格，腌制物要选择天然发酵而非醋泡的。你也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做简单的发酵食物，像自制酸菜，或者用煮沸放凉后的糖水培养天然菌种来做发酵果饮等，都很有趣。总之，发酵食品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在不知不觉中壮大了肠道的益生菌队伍，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在远离坏物、补充好菌之外，另一个自然疗法的思路是帮助身体把已经累积的毒素和废物排出，给细胞一个干净的环境。许多人将这称为排毒。需要澄清的是，身体本身就有完善的排毒系统，主要由肝脏和肾脏担当，只要运作正常，就能日夜不停地清除毒素。我们要做的是减轻它们的负担，并适度给予支持。首先，尽量避免新的毒素来源，比如少吃含农药残留高的食物，平时要尽量将蔬果清洗干净，或选择有机农产品，避免过量饮酒，毕竟酒精伤肝，不滥用抗生素和止痛药，这些药物长期大量使用会损害肝肾并扰乱肠道菌群，
接着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协助排毒。多喝水，水是最天然的溶剂，充足的水分可以帮助肠道和肾脏冲刷掉废物。适度断食，比如实行间歇性断食，每日约16小时不进食，让肠胃有时间休息和自我修复，也让肝脏专心清理存货。高纤维饮食，膳食纤维好比肠道的扫把，吸附代谢废物并促进排便，把垃圾带出体外。还有某些天然食材被认为有助排毒和保护肝脏，例如姜黄，具保肝和抗发炎作用；绿茶富含儿茶素，具有抗氧化的排毒功效；姜和蒜能促进血液循环，具有抗菌性，有助身体排除体内不需要的微生物。虽然不是什么剧烈的洗刷刷，但通过这些温和的方式持续帮助身体减负，长远来看，体内环境会越来越干净，肠道菌生存的土壤也更加纯净。大自然的药箱中其实有不少宝物对于减少发炎、疗愈肠道很有帮助。在传统中医药和各民族草药学中，都记载了许多能改善消化、减缓发炎的植物。现代科学也逐步证实了其中一些的效果。常见的草药例如薄荷，清凉芳香，能放松肠胃平滑肌，减轻腹胀和痉挛，对肠易激、综合征等有一定缓解作用。洋甘菊常被泡茶饮用，具有抗发炎和镇静效果，可舒缓肠胃不适和焦虑情绪。姜性温，含姜辣素，能促进消化液分泌，抗发炎并减轻恶心，是调理肠胃的良药。还有前面提到的姜黄，其实不仅护肝，也是全身抗发炎的高手，对于关节炎等发炎性疾病有帮助，对肠道环境也有正面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大蒜虽然吃多了口气重，但大蒜含有大蒜素，是天然的抗菌剂，可以抑制肠道内有害菌和真菌的过度生长，同时也有促进免疫的效果。当然，草药并非吃越多越好，一切适量即可。你可以在日常烹饪中多利用这些天然香料和草药，或是泡茶饮用，把它们融入生活习惯。潜移默化中，草药的力量会在你体内积聚，帮助身体对抗发炎，修复肠道受损的屏障。同时，这些草药往往也含有多酚、黄酮类等植物化合物，它们本身也是益菌的食物，能促进有益菌的繁殖，间接维持菌群平衡。说了这么多，你可能发现了一个关键，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有机整体，饮食、肠道菌群、发炎反应、情绪、免疫、代谢，这些看似独立的系统其实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发炎性食物就像潜伏在我们餐桌上的暗影刺客，削弱肠道的防线，引燃体内慢性发炎的战火。而自然疗法则提供了一条温和却有效的出路，通过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利用大自然赐予的食物与草药，让身体重回平衡状态。也许刚开始改变时，你会怀念那些甜蜜香脆的滋味，但当你感受到身体日渐轻盈，精神更充沛，久违的小毛病不再来打扰，你就会庆幸自己的选择。最后，我们以一个小小的画面做结尾。某天，你站在超市的零食区，伸手正要拿起一包熟悉的洋芋片，然而脑中突然闪过今天听到的种种，仿佛看见肠道里的小军兵们正举着盾牌对你高呼，不要再给敌人送武器了。你会心一笑，转身走向新鲜食材区，拿起了一把绿油油的生菜和几个鲜红的番茄。每一个这样的选择，都是在为你的肠道和身体减负，为健康加码。别小看这些日常的改变，长久坚持下来，原本熊熊燃烧的体内炎火必将渐渐熄灭，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生机的内在环境。到那时，你不仅远离了那全球第1名发炎食物的阴影，还收获了一个更健康、更有活力的自己。你的肠道菌群会感谢你，你的身体也会由衷的回报你，带来长久的健康与幸福。每次你拿起盐罐准备往菜里多加一点盐时，脑海里是不是都会响起医生叮嘱的声音，要你小心高血压？在传统观念里，高血压的罪魁祸首似乎就是盐。想想看，我们日常聊天都会说少吃盐对血压好，甚至有人调侃吃盐多了血管要罢工。那么，高血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盐真的背这个黑锅吗？今天我们就用轻松幽默的方式聊聊高血压的基本概念，以及最新医学研究揭示的真正成因。首先，
什么是高血压？简单来说，血压就是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想象一下，血管就像家里的水管，血液就是水。正常情况下，水管里的水压平稳，水管安然无恙。但是如果水压长时间过高，水管迟早会出问题。人的血管也是一样，如果血压长期偏高，就会让心脏、大脑、肾脏等器官承受过大的负担，时间一长，可能导致中风、心脏病等严重后果。据统计，全世界每3位成年人中就有1位患有高血压。在我们国家，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也接近一半。许多人直到体检或出现不适时，才发现自己的血压早已悄悄飙升。可见高血压往往没有明显症状，所以高血压又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因为它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健康。引起血压升高的因素有很多，而饮食中的食盐，也就是钠，是传统上最受关注的一个。盐为什么会影响血压呢？道理很简单，钠会让人体留住水分，血液里的水变多了，血管里的压力自然跟着上升。此外，长期吃太咸还可能让血管壁变得不灵敏，调节血压的能力下降。因此，医生们常常千叮万嘱高血压患者要管住嘴，首先就是管住盐。然而，盐真的是高血压的唯一推手吗？不少人照着少盐的建议做了，可血压还是不理想。最新的医学研究指出，高血压的真正成因远比盐多复杂，幕后黑手还有不少，而且超乎你的想象。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真实案例。我有一位亲戚老张，听了医生的话，管盐管得特别严，做菜几乎不放盐，饭菜淡出鸟来。结果呢，他的血压还是居高不下，让人很郁闷。后来去医院复查，医生一通刨根问底，才发现问题出在哪里。原来老张平时盐是吃得少，可乐和蛋糕却没少招呼，体重也一路飙升。幕后黑手不是盐，而是糖和肥胖在作祟。老张这才恍然大悟，光盯着盐不够，忽视了甜食的威力，难怪血压降不下来。所以，除了盐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血压蹭蹭上升呢？下面就一个个揭晓这些幕后黑手。首先要揭露的幕后黑手之一就是糖。许多人只盯着盐，却忽视了甜食带来的麻烦。吃糖会发生什么呢？当我们摄入大量甜食或含糖饮料时，身体为了处理血液里的葡萄糖，会分泌大量胰岛素。胰岛素本身往往会令血压升高。如果我们持续摄入过多添加糖或精致淀粉，胰岛素长期居高不下，血压也会跟着一路飙升。换句话说，甜食吃多了，不仅让你发福，血压也会随之上涨，真是甜蜜的负担。有专家甚至认为，与盐相比，糖对血压的危害可能更甚，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除了盐和糖，饮食中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因素，就是钾。钾是血管的好朋友，能帮助血管放松，并促使肾脏排出多余的钠。简而言之，钾可以对抗钠的升压作用。然而，现代人的饮食往往蔬菜水果吃得少，钾摄入不足，这等于给高血压添了一把火。想预防高血压，平时要多吃富含钾的食物，比如香蕉、深绿色叶菜和豆类等，这样可以平衡掉盐的部分影响，让血管更放松，血压更稳定。体重也是影响血压的重要因素，体重增加，血压往往也跟着上升，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许多肥胖的人都有高血压，反之，体重控制良好的人更少得高血压。这是因为过多的脂肪，尤其堆在腰腹部的脂肪，会让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和激素失调，促使血压升高。好消息是，减重对降压非常有效。别小看减去的几公斤，有研究指出，每减掉大约1公斤体重，收缩压就能降低差不多1毫米汞柱。也就是说，腰围缩小一点点，血压计上的数字也会跟着下降一点点。对于超重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控制血压的关键一步。接下来不得不提的就是精神压力。俗话说，气得血压上升，这可不是开玩笑。当我们感到紧张、生气、焦虑的时候，身体会释放肾上腺素、皮质醇等应激激素，让心跳加快，血管收缩，结果血压升高。想象一下，早上开车上班遇到大堵车，红灯几秒钟都让人觉得像，过了几分钟，偏偏还有人加塞，你瞬间火冒三丈。
耳边此起彼伏的喇叭声让你更烦躁，你能感觉自己心跳加速，血压飙升，恨不得摇下车窗大吼几句。这个时候，你体内的应激系统已经彻底拉响警报，把你推入了高度戒备的战斗模式。可见情绪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会让血压跟着上蹿下跳。短期来看，这是身体的所谓战斗或逃跑反应，帮助我们应对危险。但是如果你天天都处在这种紧绷状态，比如工作压力山大或经常为生活琐事生气，血压可能就会长期居高不下。难怪压力大的人更容易得高血压。学会给自己减压很重要，试着给生活按下暂停键，深呼吸，听听音乐，散散步，让神经系统歇一歇，你的血压也会跟着往下降。说到压力，不得不联想到睡眠。当代人熬夜成风，但长期睡眠不足对血压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长期熬夜或睡不好觉，会让身体的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血压居高不下。特别是一种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的睡眠障碍，更是高血压的一大帮凶。睡眠呼吸暂停常发生在肥胖而且睡觉打鼾严重的人身上，他们睡觉时呼吸反复暂停，身体每晚被憋醒几十次，大脑和血管根本无法真正休息。这种情况下，血压在夜间一直居高不下，白天也很难正常下降。很多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都有难以控制的高血压，需要特殊的治疗才能改善。常见的治疗方法之一是睡觉时戴上持续正压通气设备，简单说就是戴个呼吸面罩睡觉。这种装置能确保夜里气道不再反复堵塞，氧气供应充足，血压也能跟着下降。虽然睡觉时绑着面罩有点不舒服，但为了白天精神抖擞，血压平稳，这点小麻烦也值得忍耐。可见睡个好觉对血压健康多么重要。如果你晚上经常鼾声如雷，白天又困倦不已，那就要怀疑是不是睡眠出了问题，最好尽早就医改善。睡眠质量提升了，血压往往也会有所下降。除了个人的生活习惯，外部环境对血压也有影响。科学家发现，噪音和空气污染也可能悄悄推高血压。比方说，如果你长期住在交通噪音很大的地方，耳朵也许习惯了，但身体却未必。2023年的一项研究指出，长期暴露在吵闹的交通噪音中，高血压的风险明显增加。白天喇叭声，深夜施工声，这些声音刺激会让人体分泌应激激素，即使睡觉时血压也降。再说空气污染，工业废气、汽车尾气中那些看不见的细微颗粒，我们吸进去后会引发身体的炎症反应，损伤血管内皮功能，久而久之血压也容易升高。有统计指出，全球绝大多数人生活在空气质量未达标的环境中，这或许也是高血压在都市人群中更常见的原因之一。不过，别因为空气差就不锻炼了。同样有研究发现，即使在空气污染较严重的地区，坚持运动仍然有助于降低血压，对健康是利大于弊的。说到生活习惯，顺带也要提一下吸烟和酗酒。香烟里的尼古丁会让血管收缩，心跳加快，抽烟的时候血压立刻上升。而且如果你定期抽烟，全天的血压平均水平都会比不抽烟的人高上一截。至于酒精，适量饮酒也许有放松作用，但过量饮酒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会让血压飙升。喝醉时脸红心跳快，血管扩张，可酒精代谢掉后血管迅速收缩，导致血压反弹。长期爱喝酒的人，高血压更是常见。好在如果能戒酒限酒，血压往往会有所下降。所以无论是香烟还是酒，都要悠着点，毕竟它们对血压可不友好。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升压因素，比如一种国外零食黑甘草糖，其中含有的甘草酸会让身体像吃了激素一样保留钠和水分，结果血压跟着上升。食用黑甘草还可能导致钾含量降低和心律异常。事实上，食品药物监管机构已经告诫不要一次吃大量黑甘草糖。有报道说，连续2周每天只吃2盎司，就能把40岁以上的成年人送进医院。再比如，一些常用药物也可能让血压上扬，像很多人服用的止痛药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还有用来缓解鼻塞的减充血剂，都有这样的副作用。甚至一些号称天然的补品，比如人参、麻黄，也可能让血压升高。
还有一些身体内部的因素也不能忽视，比如内分泌激素失调，肾上腺就是捣蛋鬼。有的人肾上腺长了个小瘤子，会分泌过多醛固酮激素，让身体疯狂流盐排钾，结果血压飙升，这就是所谓的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也叫康综合征。过去这种病常被漏诊，但其实并不罕见。据估计，大约 10% 的高血压患者都与此有关。更有意思的是，最近科学家发现，这些患者里有不少人不仅醛固酮超标，皮质醇也跟着一起超标。皮质醇过量会导致类似库欣综合征的症状，比如血糖升高、骨质疏松等。以前医生很难把这些症状和高血压联系起来，而现在谜底揭晓，原来某些顽固高血压患者是被醛固酮和皮质醇这两个坏家伙联手算计了。研究者给这种情况起了个名字，叫康欣综合征，把康欣综合征和库欣综合征的名字合二为一。这个名字听起来挺有趣，但它提醒我们，对于用多种药物都压不住的高血压，要考虑是不是体内激素在捣乱。如果是，那就需要针对根源进行治疗，比如手术切除肾上腺瘤，或者服用抑制激素的药物，从源头上解除高血压的诱因。此外，近年来科学家还把目光投向了我们肚子里的隐形居民，也就是肠道菌群。别看它们个头微小，却可能影响全身健康。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的肠道菌群构成往往和正常人不同，好菌少而坏菌多。这些细菌会产生各种化学物质，有的能帮忙放松血管，有的却会让血压升高。如果肠道里的坏菌占了上风，可能会破坏肠壁，引发炎症，间接推动血压上升。一些科学家甚至尝试给实验鼠喂食特殊益生菌，结果小鼠的血压真的有所下降。这是不是很神奇？说不定未来降压药里会加上益生菌的身影呢。总之，连肠道里的小细菌都参与其中，高血压的幕后黑手真是无孔不入。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原来这么多东西都在悄悄升高我的血压，那我该怎么办？别慌，好消息是，这些风险因素大多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预防和控制。医生对于预防和控制高血压有一些最新的建议，其实说起来并不神秘，就是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首先是饮食，饮食清淡不过度，摄入钠盐仍然非常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但很多人一顿火锅蘸料就超标了，所以做菜时少放盐，吃饭时少碰高盐的酱菜和零食。当然，清淡饮食不代表食之无味，其实人的味觉是可以慢慢适应的。刚开始减盐时，可能会觉得菜淡得难以下咽，但坚持一阵子后，你会逐渐习惯原汁原味的口感，甚至觉得以前的菜太咸了。你也可以用天然香料来弥补少盐的缺憾，比如葱姜蒜、胡椒、辣椒或者香草，为菜肴提香提味，这样即使少盐也一样美味。更重要的是，别让自己摄入太多的添加糖、含糖饮料、蛋糕、饼干这类高糖食物，要管住嘴。想吃甜的时候，不妨用水果替代。另外，购物时不妨留意一下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许多看似普通的饮料和零食，糖分含量都相当惊人，说不定一瓶就超过了1天的糖摄入上限。学会识别这些隐形糖，才能真正管住嘴。少喝一瓶含糖饮料，对你的心脏和血压都是一种爱护。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和坚果杂粮，不仅可以提供丰富的钾和镁等微量元素，帮助血压平稳，还能控制热量摄入，有助于保持体重。然后是体重和运动。想预防高血压，保持健康的体重很关键。可以说，体重计上的数字降下来，血压计上的数字也会跟着降。合理的饮食加上规律的运动，是控制体重的最佳方式。建议每周进行几次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骑车、游泳或跳舞，每次至少持续半小时。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最重要，这样才能坚持下去。不管是清晨的慢跑、晚饭后的广场舞，还是周末的郊游登山，只要动起来，就是在为血管减负。运动时，身体还会释放让人愉悦的物质，心情跟着好转，真可谓身心双赢。如果实在忙到没有整块时间锻炼，那就见缝插针的增加活动量，比如爬楼别坐电梯，买菜步行别开车，
哪怕每天多走几百步，久坐不动强得多。生命在于运动，稳定血压也离不开运动。只要坚持下来，心血管系统会变得更强壮，血管更有弹性，血压也会更加稳定。运动还有减压的效果呢，把烦恼化作汗水甩掉，一举两得。接下来是压力管理。现代社会人人都有压力，但关键是学会调试自己的情绪。工作再忙，也要记得给大脑放个假，可以尝试冥想、瑜伽、深呼吸等放松技巧，或者培养一些能够缓解压力的爱好，比如园艺、绘画、听音乐。遇到烦心事，不妨找朋友聊一聊，疏解情绪，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对控制血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研究发现，幽默和笑声有助于血管舒张。闲暇时看看搞笑电影或者逗逗家里的宠物，都能赶走紧张情绪，让血压下降一点点。别忘了，笑口常开也是降压的良药哦。另外，不要忽视睡眠的力量，尽量保证每晚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让身体彻底放松和充电。睡前1小时尽量不玩手机或电脑，不喝咖啡浓茶，以免神经太过兴奋影响入睡。营造一个舒适安静的睡眠环境，培养规律的作息习惯，让身心提前进入休息模式。这些小细节都能让你睡得更香更沉，为血压稳定打下基础。如果你睡觉时鼾声如雷，白天又困倦不已，那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最好尽早就医改善。睡眠质量提升了，血压也会随之受益。还有老生常谈的戒烟限酒，烟草中的尼古丁会让血管持续收缩，所以远离香烟对控制血压大有益处。酒则要适可而止，平时喝很多酒的人不妨慢慢减量，戒酒一段时间看看，往往会发现血压也有所下降。最后，定期监测血压并遵从医嘱也非常重要。对于有高血压风险的人，家里备一个血压计，隔3差5量一量，做到心中有数。如果已经被医生诊断为高血压，该吃药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吃药，不要擅自停药或嫌麻烦漏服。生活方式干预固然重要，但必要的药物可以防止更严重的后果，二者应当相辅相成。有些患者担心一旦吃药就停不下来，甚至干脆拒绝用药。事实上，降压药并不会让你产生依赖，它只是帮助你把刹不住的血压稳住。高血压好比车子的刹车系统出了故障，而药物就是给你的备用刹车，怎么能随便弃用呢？擅自停药或不规律用药，反而会让血压骤然失控，增加中风和心梗的风险。现在的降压药种类繁多，医生会为你量身定制合适的药物方案，绝大多数人都能很好的耐受。记住，坚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最大程度降低高血压的危害。高血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听之任之。幸好，通过以上这些方法，我们完全可以预防和管理高血压。总之，别让高血压悄悄埋地雷，要在平时就拆雷。调整饮食，规律运动，管理情绪，充足睡眠，再加上必要时乖乖吃药，多管齐下，绝大多数人的血压都能稳稳控制住。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每天提心吊胆地盯着盐罐，偶尔吃顿正常口味的饭菜也能心安理得啦。当然，该少的盐还是要少。高血压的管理是一场持久战，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希望这段自说自话式的科普能帮你更轻松地了解高血压的真正成因，以及如何对抗它。愿大家都能把压力变成动力，守护好自己的血压和健康。